因为他的主要对话人物表达出主观点的人是苏格拉底，这是早期对话一个很大的特征。另外一个就是无疾而终，昆汀收尾。苏格拉底找了个人对话什么是勇敢？对方说了个例子，苏格拉底说不对，这是一种勇敢。我要问你什么是勇敢的定义？他又举一个例子，苏格拉底说不对。最后呢，无疾而终是吧？我们找了很多勇敢的行为，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是勇敢。这个是早期对话的特征。泰拉泰德篇这篇对话，主要的对话人是苏格拉底和泰拉泰德，而苏格拉底占主导。另外，最后我们要找知识的定义是吧？无疾而终，给知识给了3个定义，都被反驳掉了。在这个意义上，泰拉泰德篇非常符合早期对话的特征。但是它另外一方面呢，又展现出很多晚期对话的一些特征。最主要是什么？这列了3个角度哈。从人物、场景和主题来看，它都跟智者篇有千丝万缕的关联。首先，这个泰拉泰德篇出场了3个人，苏格拉底、Theodoros 和泰拉泰德。最后面这2个人啊，Theodoros 和泰拉泰德这2个人都是几何学家、数学家。苏格拉底是大家都知道柏拉图的老师。这3个人在智者篇都出现了智者篇的开篇是什么呢？是泰拉泰德和 Theodoros 把这个来自艾利亚的陌生人带到苏格拉底面前，而且在对话之中说，我们昨天谈论的那个事情是吧，还没完。我今天给我们引入一个新的伙伴，这个来自艾利亚的陌生人，我们一起再探讨一下什么是智者吧。从场景人物来说，这2篇对话高度重合这个大家都知道，国内研究柏拉图有一个学派是吧，圣奥斯学派，政治学介入特别强调这个，甚至一本专著可以专门写这个草蛇灰线是吧？我们人物和场景，这个有映射关系是吧？比如说，这个地曼欧篇的开篇也谈到说，我们前天关于这个什么是理想城邦的谈话怎么样？地曼欧跟理想国接着也是用这种方式，他的篇从人物从场景都接了智者篇智者篇在后面。另外他这个篇讨论的是什么是知识，他要寻找知识的定义或者本质。智者篇上来就说我们要寻找什么是智者。而且他用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找智者。他说，我们找智者的时候，我们需要把他跟他相近的另外2位人跟他区分开来。什么人呢？政治家和哲学家。我们要在区分的过程中，我们要在分类的过程中找智者的本质和定义。就是这2篇对话，除了人物场景之外，主题又很关联，都在找是什么，是吧？知识是什么？智者是什么？所以说这个康佛德以后，就是康佛德本人持这个观点，说这个其实更属于中后期对话，至少他跟智者篇离得很近。所以说它这个进行排序是个问题。目前的主流中晚期对靠近智者，这个我自己可能也是在这个框架之下来解释它。然后另外柏拉图研究里面非常常见的方式排3连句和4连句，这个从蒂欧根尼以来，这个不是我们近现代的从蒂欧根尼以来就有这样的传统，把几篇对话放在一起。比如说刚才说这个理想国在柏拉图研究里面，大家非常关注他的政治哲学是吧？理想国、政治家篇和法篇这3篇对话就构成一个非常完美的3连句。为什么呢？这个理想国的时候，柏拉图说我们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最高管理者必须是什么？智慧和哲学相统一，智慧和权力相统一是吧？强调人治，虽然实现不了，很难实现，但是强调人治。到了政治家篇，柏拉图提到了法律，但是他在政治家篇他的态度很暧昧，他说我虽然觉得法律统治是好的，但是我仍然觉得有智慧的人的统治是最好的。为什么呢？他能处理很多具体的情况。法律太死板了，是吧？它死在那里，刻在石头上，或者印在我们口口相传的口头表达里面，它很死板。它面对不同的情境，它不会改变。但是呢，如果有一个有智慧的人掌握权力的话，他不仅能遵守法律，他通常能遵守法律。一些极端情况，他还知道应变。在政治家篇，柏拉图依然强调人治，虽然他提到了法治。但到了法篇是吧？他2次下西西里失败，他就觉得我们一定要以法律治国是吧？法治就是举一个例子就有一个非常完美的3连句。从柏拉图研究里面，一般就会3连句或者4连句，把3篇或者4篇对话放在一起来研究。传统来说，会把泰拉泰德篇、智者篇和政治家篇放在一起。为什么？泰拉泰德篇找什么是知识，失败了对吧？为啥失败了？没有提理念论。智者篇提到了理念论了，成功了，找到了智者，给智者给了7个定义是吧？政治家篇刚才说了，柏拉图寻找智者的方式不是说单单给智者定义，他要把柏拉图认为政治家、智者和哲学家特别像是吧？这3人特别像，我要把这3人区分开来所以说就有了政治家篇。当然有人会问说，那你也应该找哲学家呀，对吧？哲学家在哪里有的学者这个 Marius Steele 他2012年写了一本书，这个 Philosophus 就是哲学家这个词的希腊文。他就认为说巴门尼德篇就是哲学家篇，只是柏拉图没有这样命名而已。所以说在这个基础之上，或者排3连句，或者排4连句就是我们或者是把前面泰拉泰德智者和政治家放在一块研究，或者是泰拉泰德智者政治家巴门尼德篇放在一起研究。这还算早一点的观点，这还算
早一点的观点。2012离我们现在也已经10几年了，是吧？现在的主流解释啊，现在主流解释就是卡恩还有这个人太长了，弗兰斯科和这个坎贝尔，这个人会反复在我的学习出现，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斯坦福百科，他是泰德偏这个词条的作者啊。一般的主流解释，就他被学界认为主流解释，他才会被赋予权利去写这个斯坦福百科的词条。主流解释会刚好把这个三联军和四联军给打乱了，他不认为说我一定要把这3篇4篇放在一起。重要的是什么？泰德篇为什么会呈现这么一个奇怪的态势，是吧？为啥这个对话这么奇怪？就是因为它其实是在巴明德篇后面啊，就是柏拉图在巴明德篇里面批评理念论了，他给泰德篇和智者篇给了一个回应，这是现在目前的主流观点，这是主流观点。就是但是有一个问题，目前所谓的主流观点都接受这个框架，但是呢，他们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他们的解释呢至少是朝两个方向。对，他们两派的大的共识就是，我这个巴比德偏向理念论了，柏拉图自己批判理念论了，他这个边的理念没缺失了，是吧？他们的分歧是说解释这个批评完了之后的理论后果，比如说啊，他原来他最早的时候他会说啊，这个柏拉图在这个他巴比德篇里面批评理念论之后啊，这个智者篇干了一件什么事情？他德篇这个对话干了一件什么事情？他玩了一个大号的规模。他玩了一个大号的规模法。什么叫大号的规模法？柏拉图一篇对话的篇幅告诉我们，如果假设我没有理念论的话，我就一定会陷入困境啊！我没有理念论，我根本找不着知识的定义。换句话说，从这个地方能推出来结论就是，你但凡要找知识的定义或者任何什么东西的定义，你都必须预设理念。就康伯德会认为他是统一派，认为柏拉图从始至终坚持理念论，中间批评了一下自己是吧？自我批评了一下，批评完之后说，我告诉你们一个非常极端的结果，我不仅我自我批评，我放弃理念了。我放弃理念进行研究，啥也研究不出来。结论是我们还得有理念，这是康伯德的观点，是不是有点绕啊？但是还是有逻辑的，是吧？就是批评完之后推到极致，搞了个大号的归谬之后说不行啊，我们不能没有理念，我们还得回到理念，过渡到智者篇，这是康伯德的观点。这个白野他一个很激进的观点啊，他会觉得柏拉图是修正主义啊，柏拉图早些年坚持理念论，巴梅德篇里批评了，批评完之后结论他放弃了，不要理念论。智者那个他的篇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我们可以在没有理念论的情况下给知识给个定义，而且 Beckett 这一派他会认为最后这个定义是吧？知识是带定义或者带解释的真判断，这是个挺好，或者真信念，这是个挺好的知识定义。现当代分析哲学是吧？真正传统，这就是定义啊，概是点问题，就是从哪儿出发的？知识就是一个能够被证成的真信念是吧？这个希腊文完全一样，只是英文翻译有点差别，只是变成中文之后翻译有点差别，其实就是它不同的翻译。知识是带解释或者带定义的真判断，或者是另外一种翻译，知识是被证成的真信念，这是个非常好的知识定义。我们不需要预设理念论，对吧？为什么要预设理念论呢？所以巴耶特这派学者会认为说啊，特别好，这个就是因为他在这项目证明柏拉图的整个学说对知识的探讨可以在没有理念论的框架下抛弃理念论。但是我个人持比较传统的观点，但是利润不一样啊，利润跟前代学者不太一样，因为这个很难分的。为啥呢？柏拉图他来了之后还有很多对话是吧？巴比德、蒂买欧、法篇这些对话都没有放弃理念论是吧？你怎么能说凭着一篇对话，柏拉图把理念论放弃了？而且到这个讲座的最后，我们可以探讨一下，或者我自己给出来一个结论：为什么柏拉图绝对不能放弃理念论？绝对不能放弃理念论，这是他一个底线问题啊。这个不仅是对知识的定义，很多的问题我们是不能放弃。好，我们现在简单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结构，它的主题和结构，主题就是问知识。我们经常说的苏格拉底问题是 what， 它寻找知识的本质。它的结构非常的清楚，就是它前面有一个简短的语言，最后有一个非常简短的结论，3、4行的结论，中间就是它那个3个定义啊，它因为给知识给了3个定义，非常清晰的构造出这个文本结构。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引言就是场景人物，还有一个引言里面比较重要的问题在哪里啊？不在这个场景，不在人物。我跟申老师他的解释倾向不太一样，它重要的是啥？它的引言里尝试定义什么是知识。这个泰德和这个德沃两个人都是数学家的，苏格拉底问他什么是知识了，他举了很多数学的例子、数字的例子他就说，哎呀，这个开根号，他举了很多例子，有根号17，根号4，这些就是知识。非常典型的柏拉图早期对话的特征。当我问你什么是什么的时候，你给我举例子是吧？我问王老师什么是好人，王老师说啊，我就是好人。或者我问他什么是美女，他说我是美女。我说哦，这不是啊，这只是一个例子是吧？我需要一个定义。对，他在这个语言里面还是用了他惯常的话举例子，举例子找本质。当然是被苏格拉底抹掉了。苏格拉底说不行，
它里面比较重要是提出了一个方法，他说苏格拉底说，哎呀，我要向你介绍一个方法，带领你来寻找知识的本质。这个方法叫啥呢？助产术。助产术简单来说啊是什么？大家都听过这个，我们中国人说接生活是吧？就接生活，它是帮助人生孩子的，他自己当时并不生，他能不能生不管，他当时并不生孩子，帮助另外一个待产的女性来把孩子生下来。这个事情放在苏格拉底身上，苏格拉底说，我的方法是什么呢？其实我是无知的啊，我没有知识，你是有知识的，我就像一个产婆一样，帮助你把你这个知识的孩子给产下来。这个也符合一般大家都知道，苏格拉底经常有一句话，无知是吧？就是我唯一知道是我啥也不知道。对他在这个地方他说，我在这个找这个定义的时候，找知识的定义的时候，我要用助产术。但是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内容的话，整个一个对话的内容，好像这个助产术的不是很明显啊，不是很明显。安内他至少提出了这个文本的方法论。第一个知识的定义是知识是感觉，这个等下一张 PPT 我们会展开这个知识是感觉是怎么说的。第二个是知识是真判断 ，true judgment， 或者英文，因为 doxa 这个希腊文有一些人翻译成 judgment， 强调它的判断特征啊，这个主谓的结构。有一些强调它这个经验性，也翻译成 belief， 但是是同一个希腊文啊。知识是真判断或者真信念。第三个，知识是带定义或者解释的真判断。这个分析这个知识论是吧？分析哲学会把它翻译成被证明的真信念，希腊人长一样，但是翻译不一样。所以说多说一句啊，说个题外话，所有的翻译都是解释，所有的翻译都是解释。他改翻译的时候，是他更多的解释不一样。这个我们没时间深入了，大家有这个意识就行。最后就是没有找到组织啊，几行结论了。对，我们来看一下它整个里面的这三个定义里面结构还可以细分啊。根据这个结构细分，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现在学界在关注啥啊。然后在这个整个希腊学界在关注啥的时候，我们给海德格尔定一下位哈，他在关注啥是吧？第一个定义里面，知识是感觉。柏拉图非常神奇，就在这篇对话，这个对话操作非常好玩，就是他提出来知识是感觉之后，他没有深入论证，他既没有强论证说知识一定是感觉，必须是感觉，他也没有说知识不是感觉，没有上来就反驳，他到底还是他把赫拉克利特、普罗泰戈拉这两个好像跟这个对话不相干的人给拉出来了。赫拉克利特那个特别有名的潘塔费啊，一切皆有无常中那句话，出自泰的篇，他把这个赫拉克利特拉出来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说，你可以把它叫物理主义是吧？唯物主义，看你怎么说了。说白了就是这个，我们说有一个世界，只有这个运动变化的世界，经验世界，这个全是物质，没有其他除物质之外的任何实体的存在了。然后普罗泰戈拉是吧？人是万物的始都啊，这句名言也是出自他的篇这个位置。人是万物的始都，是存在者存在的始都，是非存在者不存在的始都。大家注意啊，当普罗泰戈拉说这句话的时候，而且他的希腊文就是人，人就是普遍的人。但是柏拉图怎么解释他的？柏拉图说，个人的感觉，他很像我们那个禅宗那个说法是吧？就你站在这儿，你自己的感觉是万物的始都。我特别怕热是吧？现在这个温度，我觉得冷，我刘鑫觉得冷。在座有一个同学特别怕冷是吧？你可能觉得热。anyway，就是柏拉图把普罗泰戈拉给重新解释了一下，他说哦，人是万物的始终指的是个人的感觉是万事万物的始终，是存在者存在不存在的始终。至于普罗泰戈拉本人到底是针对个人还是针对人这个类是吧？很难说啊，不知道。只留了一句话。现在的问题是，他为什么要讲这样一个三角结构？你讲你这个知识感觉，你给我扯多干嘛？对吧？我可以用一个，我可以试图来给一个解释哈。这个三角结构是什么？赫拉克利特的观点就是他泰德知识是感觉是某种知识论，对吧？我对知识有这样一个认定，它是感觉，它只是感觉啊。这个赫拉克利特这个一切皆有无常中的物理主义，就是泰德这套知识论的本体论基础。就是我认为只有一个世界，对吧？这个世界纯物质的，纯物理性啊，变动不居，一刻都不停。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人，大家想象一下，在这个基础上，人只有肉身，对吧？啊，你只有物质世界，对不对？你人只有肉身，你肉身上，我们人跟肉身相关的只有五感，是吧？只有感官。那得，在这个基础理论框架之下，感觉理论就是知识是感觉。如果知识是感觉的话，个体人的感觉就是万物的标准，对吧？啊，所以这个角度你会，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你会说哦，他不是随便把这两个人弄进来了啊，不是说很多研究前苏格拉底的学者关注他这个第一个定义，希腊这个研究界。但是你要考虑到这个问题，当柏拉图把赫拉克利特和普罗泰戈拉引进来，而且以这种方式来解释赫拉克利特、普罗泰戈拉的时候，他是在他自己的那个知识论服务的，是吧？知识是感觉服务的。他有没有区别这两个人？
得考虑考虑是吧？柏拉图是为自己的论证服务的。Anyway，这是他这个第一个定义里面的主体内容啊，就他把他除了讲这个知识是感觉之外呢，把这个本体的基础啊，物理主义和他的这个人学基础是吧？后半那层次，就是他怎么看待人的。海德格尔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有什么样的形而上学，我们就有什么样的人学是吧？我们就怎么定义人，确实如此。这个地方就是，如果你是个纯物理主义，就是我们今天的唯物主义是吧？你今天纯物理主义的话，你就会觉得人就是只有感觉。哦，我们的思维为啥我现在能上课呢？就是纯物理主义，神经元细胞在那互相结合和分离是吧？纯物理的，没有灵魂这一说啊，没有思想这一说，没有精神实体，没有这个第一个框是特别接近我们今天的世界观。今天这个科学主义世界观的，而且结论是啥？我的感觉是吧？我的尺度，我现在很多学生是吧？我喜欢这个老师，我想来上我的课，我不喜欢这个东西，我就不喜欢。对，我的感觉是万物的尺度，是不要说人这个类，甚至我的理性都不是万物的尺度，我的感觉是万物的尺度，这个很接近我们今天的想法是吧？所以我觉得海德格尔有个观点很对，虽然在这儿他没有去解释这个第一个定义，就是你有什么样的形而上学，你就会有什么样的知识论或者论论；你有什么样的基础理论，你就会怎么去定义人，你怎么去定义人。当希腊哲学把理性当成最高价值的时候，他对人的定义也是理性的动物，是吧？当基督教区分这个创造者和被造物的时候，也就是被造物了，对吧？对，形而上学基础才决定他的人学基础，这个是一个题外话，这是我对海德格尔的理解。但是这两个东西甚至都不是希腊哲学研究最关注，就这三个三角形结构，其实文本量占到它的整个对话的一半以上，但是都不是学界最关注的。学界最关注的是啥？是这个第一个定义里面的插入啊，有一个这个柏拉图在里面安排苏格拉底插入了一段话，探讨什么是哲学家。那段话里讲了一个故事，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家在哲学史上都能看到这个故事，但是你不知道出处，原始出处在他上的天，就是那个谁泰勒斯啊，希腊哲学的第一个哲学家，人家说形而上学出现的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就那个说水是万物本源的家伙，苏格拉底讲了一个泰勒斯的故事，他在路上走，然后看天，就在看夜观天象，掉坑里去了。旁边有个几牛男女仆说：“哇，这就是哲学家，是吧？就我们现在一样哈，你在路上走走走，掉一个井盖被偷了出来，哐掉井里了。然后旁边屋里去的人说：哇，你看哲学系的人就是有大病哈！我原来说他们有大病，他信。这个故事就出在这儿。苏格拉底先讲了这个故事，然后他在理论上探讨什么是真正的哲学家啊，他给出了一个结论啊，哲学家是什么呢？尽人所能，与神相似。神啊，在希腊哲学传统中就是理性。是理性，就是人的最高形态，是理性，与神相似，这个才是希腊哲学最关注的点。想象不到啊，文本量非常小，2页纸，关注啥？就是当这个新柏尔主义、莱辛纳里亚学派最后在总结希腊哲学的时候，他们给哲学给了6个定义，其中有一个也是后来对解释史影响最大的，就是其中有一个就是说哲学是什么，或者哲学家是什么，就是与神相似啊。他们还借助柏拉图的这个《斐多篇》给了另外一个定义。就是哲学家的一个近期目标是什么呢？准备死亡。哲学家是不怕死的人，为什么？死亡是灵魂和身体相分离，是吧？身体是灵魂的枷锁、监狱啊！我所有的坏事儿都是我的欲望引起的。我为啥会有欲望呢？是因为我身体。但凡我要是纯理性的人，我这是最好的，对吧？所以我这辈子应该干的事儿就是修炼自己，让自己这个灵魂和身体相分离。这是他的近期目标啊。他们给定义的近期目标，远期目标啥？尽己所能，与神相似，达到理性的最高形态。这个。柏拉图承认，这死了以后才能实现啊！你活着的时候很难与神真正相似，是吧？只能去世以后，这个才是他真正希腊哲学研究总体来说是重视第一个定义尤其是在早一点的时候，这10几年来越来越重视第2个定义，但早些年重视第一个定义，重视的是与神相似，而且这个与神相似的问题后来会接续新柏尔主义和基督教传统，所以说我这次去罗恩开会，好多场报告，5、6场报告全部都是讲与神相似的报告。这么受欢迎，这是第一个定义是吧？然后第2个定义，这个知识是真判断，这里面一共分5个部分，前面有3个难题，是说这个我先说完3个难题，2个模型和1个例子。但这个定义也很奇怪，跟第一个一样。我刚刚说了，你本来要探讨知识是不是感觉，你应该探讨这个问题是吧？柏拉图没有，他把赫拉克利特或者泰戈拉讲了好多还讲了一个什么是哲学。第2个定义也是，他上来说知识是真判断，他没有直接去论证知识到底是不是真判断，他也没反驳，他主要探讨啥？这是海德格尔为啥关注他的原因。他从就是3个难题和2个模型，这前面5个小部分，他都在探讨假是如何可能的，假判断是如何可能的。听清楚啊，这个定义的内容是知识是真判断。那正常逻辑，我们现在写论文是吧？你说我有个立论，知识是真判断，你去论证对吧？柏拉图根本没管这个真的问题，他主要是探讨说假是如何可能的，
哎，对，这个问题值得思考哈。为什么柏拉图偏离主题？你给完定义之后不探讨，去探讨假的可能性。他在最后一个例子里面，最后这个例子第六个部分，他才回到他的主题，哎，知识是真判断。他说，知识是真判断，真判断这个东西不能构成知识。为什么呢？就比如说，在一个法庭上，有个法官，他对一个案件啊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有个真判断，但是啊，这个法官下这个真判断的时候，他都是道听途说来的，他没有去现场啊，他没有去案发现场，他没有办法经历案发现场，对吧？他的那些证据都是道听途说来的，陪审团告诉他的。在这个意义上，他没有感觉直接的去把握最直接的一手信息，所以说只有真判断不能构成知识，这是柏拉图说的。他以这个方式把第二定义给否了，他走到第三个定义。但大家想一想啊，这个否定方式是不是特别的奇特？因为啥？你在第一个定义里说知识是感觉，你是不同意的，才走到第二定义。也就是说，感觉是知识的，可能我说的，我个人觉得哈，在柏拉图看来，他可能会觉得感觉是知识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对吧？我们要对一个东西形成知识，你得有感觉，你不能没有感觉，但是它又不够。但是柏拉图竟然用这个方法，用感觉这个当标准，把第二个定义给否了。一个法官已经有了正确的判断，比如我通过法条是吧？我通过陪审团的陈述，我已经下了正确的判断。但是他竟然因为说没有亲历现场啊，没有去亲历案件，所以导致这个也不能构成知识者。柏拉图的话非常奇怪，看到他前面否定掉的结论，来论证，来第二次否定掉他第二定义，这是有问题的哈。我们先不管这个，目前来说哈是学界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啊。就坎贝尔来说，他重视第一个难题，知道不知道？一会儿我们进入内容，大家会看到啊。它就是第一个，这个 Copper 啊，重视第三个难题啊。Copper 就是现行的我们通行的柏拉图全集的英文主编，对。然后海德格尔呢，他重视第二个定义，然后呢，他虽然重视第三个难题，但他觉得这个大块模型才是最核心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希腊学的研究重视那个知道不知道难题，重视第一个部分。海德格尔他比较特别，他重视第四个部分，那这个是有点，这不是微妙的差别，这是很大的差别。哎，对，我们一会儿这就是我今天讲的最核心的问题。要探讨一下到底谁更有道理一点。对，最后一个哈，第三个定义是这个叫什么？知识是带定义或者带解释的真判断是吧？这个柏拉图分了两个部分，先是讨论了一个梦境理论，这梦境理论也是个规模化，因为它不是我今天讲的重点，所以不要过去。另外，说这个知识是带定义的真判断，柏拉图给一个 logos 啊，我们把它翻译成定义或者解释，他给了三个说法，他把它全部给否定掉了，全部给否定掉了。这个柏拉图以这种方式在我看，就他不停的制造悖论、制造矛盾，把这个论证往前推进，结论就是没有定义。我给了三个定义，全部都否掉了，最后没有结论。这个英美分析人传统这个赖尔是吧？他比较关注罗卷这个点，这个梦境理论相关的，大家可以看这个文章来看。另外，知识论取了这个定义是吧？这个大家注意啊，知识论取了这个定义，它跟海德格尔的记录不一样，就是海德格尔这个解释第二个定义是真的进了柏拉图对话的内容。但是知识论说这个知识是被确认的真信念的时候，它只是借助了柏拉图的理论，丝毫不开尔柏拉图的文本，丝毫不开尔柏拉图的，这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对柏拉图感兴趣你可能不能只去看知识论的定义，这个他们只是借助了一下这个古代文本。对，好，这个是第二个定义的这个大致的内容，刚才已经说过，这有一个非常非常细致的分段，是吧？大家有兴趣可以把这个记下来，可以自己去看。我来大概解释一下他在干什么哈，我得先大概解释一下柏拉图在这每个部分在干什么。首先，知道不知道难题这个事情哈，这个论证重构出来其实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简单。它什么意思？柏拉图说，如果我同时知道，比如说举个例子，我同时我选两个男生吧，这样例子更好举。我同时认识马约智和这个李志克的话，我同时认识他俩，我就不可能弄错。我刚刚说了，这个一和五啊，从一到五都在讨论假的可能性或者错的可能性，是吧？我同时认识两个人，我是不可能弄错的，我怎么可能弄他俩站在我面前？这我是真的是了解，是知道的。但我如果知道他俩其中一个，不知道另外一个，我也弄不错，对吧？你知道 x 不知道 y，或者你知道 y 不知道 x，你没有，就是你弄错两个，你得知道两个东西，对不对？对吧？我知道其中一个，不知道另外一个，我是不可能弄错的，我没有另外一个对象来弄错啊。更何况还有一个更极端的情况，我两个人都不知道，我根本不认识，我更不可能弄错了，对不对？我不可能弄出两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OK，这就是他这个知道不知道难题，也就是说，柏拉图在让他给了一个框架，这个认知框架哈，认知框架是知道还是不知道？你在这个框架之下有这样一个认知框架，有两个对象的情况之下，你是更不可能。这就是那个第一个难题。第二个难题是啥？说存在不存在？柏拉图说，当我们弄错的时候，下判断的时候，
我们的对象到底是什么？有没有可能性是非存在的？就是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背景是啥？智者篇里面有一个很严肃的探讨，就是柏拉图要给非存在找一个位置，是吧？这个非存在到底是啥？有一段时间就是在智者篇的讨论里，柏拉图一度会觉得这个非存在无法存在等于真的时候，非存在就是假，是吧？为啥假不存在呢？为什么假是不可能呢？智者说假是不可能的，因为等于非存在，对吧？非存在不存在，那假也就不存在。柏拉图在这说，有没有可能性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我们判断的对象是非存在？你判断 nothing 是吧？你对 nothing 下判断，那当然不可能判断错，是吧？那不可能的，假也是不可能的。他否定了，他说，柏拉图在这儿在第二个论证里面，他搞了个类比论证，他说就像我们的感觉活动一样，我看一定是看某个颜色，对吧？看某个形状，我听一定是听某个声音，我触摸一定是触摸某个物体。同样的，同理，所有的感觉活动都得有一个确定的对象，一类确定的对象 something。那我的判断活动它也得有一个确定的对象，它不可能是无。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你认为说我判断的东西是 nothing 的话，才能造假的话，也不可能，是吧？就是换句话说，大家看一下第一个框架知道不知道是认知框架，我们有两种认识模式，假设我们有两种认识模式，知道或者不知道，在这个框架之下，假不可能。第二个它转到对象上去了，是吧？如果这个对象一个是存在，一个是不存在，我在这个框架下我也造不了假，也是造不了假。第三个比较有意思，他说判断为其他，就是说我现在把眼镜蛇当成了马瑞智，这个有没有可能是造假，是吧？这个有没有可能？这个如果现在这么空泛的说的话，好像是有可能的，是吧？我应该你俩坐在这儿，我有可能搞错，但事实上柏拉图说不行，不行，为什么呢？大家注意，这个判断为其他，它就是从这个第三个回到第一个，相当于啥？我让知道他俩，在柏拉图的意义上，我要是知道他们俩，认识他们两个，我就不会弄错。我在什么情况下会弄错？我马上进到第四个模型了，拉挂模型。他是说有一个他泰德远远的朝我走过来，我看到的人是他泰德，但是我把它当成了我想象中的或者我记忆中的苏拉。这句话什么意思？这跟我刚举那个把儿之和尹之和我眼前的这两个人坐的位置一样或者距离一样的两个人搞错，它的区别是什么？我再说一遍，那边远远的走过来一个人，其实是他看的，但是我把他当成了我记忆中、我想象中、我脑子中的苏格拉底，因为他俩都很像。柏拉图从一开始就说了，这俩人长得很像，都是塌鼻子，都长得很丑。现在这个问题在哪里啊？这个到底区别在哪里？判断为其他，如果是我们都在认知的框架下，就同一个认识框架下，就你们位置一样的情况下，我都认识两个人的时候，还是不可能搞错。但是为什么他远远走过来我就会搞错？因为有两种认知模式在作用。我看见的他泰德当成我想象中的苏格拉底，也就是说，换句话说，柏拉图在这透露了一个信息：我们把两个直接的对象放在眼前是不会搞错。比如说这两瓶水是吧？这两瓶水非常的相近，我是不可能搞错的。我这个错是怎么发生的？我把这瓶水和我脑子里想象中的一瓶水做了一个对比，在这个情况下才可以搞错。也就是说，现在是什么情况？就是判断为其他，如果我都在知道的框架下 ，a x 和 y 不可能搞错的。但是一个是我看见它，我看见 x 和我了解 y 我记忆中的 y，这是有可能搞错的。对，如果大家现在觉得还是有点那个啥，有点乱的话，让孩子会把框架给出来，这个你会看得很清楚，它到底问题出在哪儿。我后面说的这个例子，也是柏拉图自己的例子。我把远道而来的泰拉泰德当成看见的泰拉泰德当成想象中的苏格拉底之后，很容易产生错误，就是大块模型的内容，换句话说，在这里面我们要搞错两个东西，有两个条件，在认识对象上它得有两个对象，是吧？你不能，你不能，你正常来说你不会把 A 搞错成 A，这不可能的，对吧？有两个对象，我把 X 搞错或者混淆成 Y，这是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还有个充分条件是啥？我们人得有两种认识能力去作用两个对象。我们得用两种认识能力去作用两个对象，我们不是用同一个认识能力去作用两个对象。换句话说，如果我同时看到这个贺念和这个王老师老师，我同时在感觉活动中看到他俩，我是不会搞错的。我同时在思维中想象他俩，我也不会搞错。如果我真的认识你俩的话，也不会搞错。什么情况下我看到的是你，我想象的是他，这个时候会搞错。这是柏拉图的意思。也就是说，他的整个搞错这件事情，不仅需要两个对象，还需要两种认识能力去作用两个不同的对象。对，我意识到这一点是通过海德格尔的解释，这是我要强调的。希腊传统到现在为止，没有人在希腊哲学研究里没有一个人把这件事情说出来。我认为这个是整个这个海德格尔解释里最大的一个洞见
啊。当然他有他的意图啊，海德格尔的意图可不在我这么小的要解释文本，他的意图很大。所以说刚才我们简单介绍了，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这个三是啥？就那个判断为其他是吧？我举个例子，我既认识贺念又认识王永诗，我在我的脑海里，我在我的思维之中不可能把他俩搞错。这个框架特别像第一个知道不知道，对吧？就是你要是我认识王老师，不认识贺念，我也不可能把他俩搞错。我同时认识他俩，我也不可能把他俩搞错。我再补充一点，我同时看到他俩，我也不可能把他俩搞错。我搞错是啥？我看见王老师的时候想的是贺念，倒过来也一样。哦，我看到那个马瑞克的时候想了尹之后，这样一对比，哦，这个错就产生了，这个叫错置是吧？传统的希腊研究会说，在整个当然这个论证很复杂哈，我不知道，因为我今天主要不是要讲希腊研究，我就跳过去，我告诉大家结论：传统研究以坎贝尔为代表，他会认为说这个三的结构可以回到一，这个四的结构也可以回到一，五的结构啊，就是那个鸟笼模型也回到这个判断为其他也回到一，最后结论就是你会看到，如果大家现在去那个 Jasper 或者很多数据库里搜他的篇的相关文章哈，你会发现很多的研究第二个定义的时候都只研究第一个，知道不知道啊？你要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这几个部分它是个倒推的过程，就是后面是为前面服务的，后面是为前面服务的，所以最核心的是第一个。希腊哲学研究解释说，第一个知道不知道更加是最重要啊，所以说一大批学者去研究第一个，然后最后偏到什么程度说，我们来研究什么叫知道，我们来研究什么叫知道，叫了解啊，这个很多学者哈。这个连着好多年发了很多文章，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自己在做学问的一开始看很多研究文献，我最困难的还不是说不了解它的立论，我最困难是他不知道他为什么研究这个问题啊，这个是我最困难的。你比如说他的第二个定义有6个部分，对吧？前5个讨论甲，那你按理说你讨论甲，你应该把这5个都研究了，对吧？我很长一段时间发现他们全部都在聚焦一，所有人都在聚焦一。哦，我最后才发现哦，原来是坎贝尔。他最主要不是2001，是2005年，他出了一本注啊，出了一本注释，他全面的论述了他的这个观点，就是所有第二部分所有的后面的部分，除了第二个以外，存在非存在以外，都跟第一个部分有关系，都跟知道不知道分有关系。所以学者接受他这个观点之后，一拥而上，全部研究这个知道不知道。目前的研究显示，好，我们来看一下海德格尔。对，海德格尔有2个非常著名的论题啊，我觉得这个做现象学的。这个比我清楚得多。他说这个真啊，阿里提亚这个它的原初样态不是符合论真理给出来的句子真值是吧？我们符合论真理的真非常简单，说刘星老师今天在武汉大学哲学院讲座，这句话和事态一比是吧？确实如此，哎，准时开始了。这句话为真，事实这个逻辑啊，就是句子，我们用主谓结构造了一个判断句，句子和事态相符合为真，不符合为假是吧？说啊，刘星老师今天还待在南京，和这个事态一比，就这个句子跟事态一比是假。这是传统符合论真理的真，就是句子的真值，这个真和假这个东西是真值落在句子上啊，但是它的判断标准是事态，是吧？它讨论的是句子和事态的符合不符合关系，因而得名啊符合论真理。海德格尔说阿里提亚这个词啊，真这个东西，它最原初的状态不是符合论意义上真或者假啊，或者我们说句子的对或者错，是吧？它是一个原初的发生，这个发生它是动作，它是现象啊。然后呢，他给它取了个名字叫解闭，是吧？它模仿希腊文的构词结构，因为aletheia 这个 r 是一个否定前缀，这个有点像英语那个 n 是吧？就是 un 那个前缀，这种否定前缀呢，就是他说德文也顺着造了一个 unstable，就是这个自然界本身、世界本身是一个隐蔽状态，隐蔽状态。我们通过一定的方式是吧？它早年叫磁带跟这个世界打交道，把它给解闭了，让它彰显出来它的本来样态。这是它的第一个理论。它第二个问题是说。跟第一个相关的哈，就是首先真的原初样态不是真理，不是真理，是一个动态的发生。他把这个观点其实也推到了假上面，是吧？就是真和假，它不是它最原初的状态，不是句子的正确和错误，它最原初的状态是此在跟这个世界打交道的这个行为，这个现象。他最后也给了一个对子啊，是什么？解闭和错置啊，这是解闭和错置 ，unfold、unbellen 和 festern 是吧？错置啊，就是刚刚说，哎，这个把这个泰德。就是看到的凯德和想象中的苏格拉底相混淆。海德格尔把这个现象叫错置。因为他有一个他对希腊哲学或者说希腊的真理观有这样一个认识，有一个基调是吧？所以海德格尔选的文本就不一样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3连句、4连句，包括现当代学者把这个泰德放在8年级的后面，他每一次的排序，他每一次跟其他的对话排列组合，海德格尔他们都有解释母。包括每一次的翻译对细节的翻译，它全都是为解释服务的。它不是说我那个啥，我是个那个文艺男青年、文艺女青年是吧？我就要跟他们不一样，
都可发，我不可发，不是的，它都是跟解释有关系。传统解释它的根和质也相关是吧？说了，康霍德说通过定义找本质，不行是吧？太多人失败了啊，你没理念失败了，那我们必须得去有理念的地方啊，是。这个卡恩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是英美学界的，他不是一式到底，他是一针到底啊。他认为系词 A 的多种含义，但是表征含义是最核心的，所以他非常关注希腊哲学讲真的对话是吧？他说这两篇对话都涉及真假，所以这两篇对话应该合在一起研究。海德格尔是怎么说的？特别好玩，他前面那个基本论题我已经说过了哈。海德格尔说，哎，这个真的原初状态是解闭，假的原初状态是这个错置是吧？然后他选了两个文本。柏拉图的理想国的动域，他通过重新解释动域，解释啥呢？这个真啊是一个揭秘的过程，只解释真在动域。他的第二个定义，他只关注假，海德格尔只关注假，就他把真假给分开了。这是他跟希腊传统不一样哈。我们希腊哲学说，泰勒和智都讨论真假，都讨论真假。海德格尔说 no， 泰勒跟第二个定义是讨论假，而且侧重在现象的发生上，现象发生采样的假句子得以可能。这个真在哪呢？在理想国的他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了，不好意思，这个错字啊打错了，错字还给打错了，这人是怎么犯错的现场展示的一个。我们来关注他这个不关注他这个我们来关注他这个解释真假的文本是吧？一共有3个文本，全集22卷、34卷和36、37卷。哎，对，顺便做个广告，这个我们这个7月3号到5号在南京大学围绕这本书，因为这本书的中文翻译是我师姐周金华做的。我们围绕这本书开一个前导研讨会，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到时候我们会小范围的开线上啊。如果大家方便去南京的话，这个贺建老师会亲临南京来参加这个活动。其他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我们来讨论这本书哈，36、37卷。这三本书啊都是讨论这个真假问题的，因为柏拉图在讨论海德格尔在讨论的时候，就是把动域和他特别放在一起了。34卷这个题目是吧？论真理的本质，这个研究柏拉图的动域。洞穴比喻、动域和它的是这样，这三本书的篇幅不一样，侧重也不一样。22卷是把他的3个例子都讲，但是非常短，属于总结性的。36、37是啥情况呢？他只讲了这个他的前2个定义，第3个定义没管。但是篇幅也很短，也很短。34卷啊，就是我的主文本，他只讲了前2个定义，但是呢，他对这个解释非常的详尽，这是我的主文本。海德格尔在分段的时候跟希腊哲学没有任何区别。没有任何区别，就是我们现在的主流分6个部分，它也分6个部分。然后呢，这个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它解释的时候啊，侧重不一样。刚才说了，传统希腊解释在坎贝尔的领导之下，认为第一个最重要的是吧？不知道最重要的。海德格尔的观点有点像发展论，柏拉图在这5个部分，在这6个部分里面，在慢慢发展起的思想。1和3结论是否定的，但是呢，有肯定的因素，有积极的因素。这个3啊，比1和2还要好，就它虽然结论是否定的。它肯定因素更多所以海德格尔很重视。4是最重要的，4是真正的肯定的，就是这个假是真的可能的。4和5都探讨假，就结论是假是真的可能的，4和5都很重要。但是呢，有4尤其重要。我们马上知道为啥海德格尔会认为4尤其重要啊。我这个鸟笼比喻虽然证明了假在数学领域是可能的，但是呢，海德格尔不重视它。这个原因非常简单，为什么？这个蜡块模型的这个假呀是经验世界刚好跟现象对应有是重合的。这个5，柏拉图通过鸟笼比喻或者鸟笼模型探讨的是数学领域假是如何柏拉图举的例子是5加7本来是12是吧？你竟然算成11，就在数学领域这么一个精确的领域是吧？我们为什么会犯错呢？柏拉图给的解释也很简单，我们对数学本身是不会犯错的。就是你知道5是奇数是吧？7也是奇数，或者你甚至知道它是素数然后12是偶数，11是奇数，你是不会犯错的。但是呢，你会在应用中犯错，在应用中犯错。你本来5加7放在这儿的时候，你要拿12来对应对吧？但是你就拿成了11。他举的例子是，就像在一个鸟笼里面，你本来要抓鸽子的，你抓错了，抓成鹌鹑。所以大家不用奇怪为什么海德格尔承认说鸟笼比喻证明了假在数学领域是可能，他反而不重视。这不是现象学要关注的领域现象学要关注流变领域是吧？现象显现的领域，所以他关注的是就他的解释跟传统是不一样。我们希腊哲学是往前侧重它是往后。对，这个是这个我刚刚已经说过了他把前3个叫准备性研究，是结论是否定的。他的给4他最核心的文本4在做准备4和5是主导的，证明这个假是可能。海德格尔可能并不愿意把这个所有的 doxa 翻译成假判断吧，他会认为下假判断，做出一个假判断是可能。OK， 这就是刚才说的知道不知道是吧？我刚刚已经说过了，我们再稍微回顾一下
如果你从结构上来看哈，交叉结构，一般来说它也会当成一个分类的，所以把它叫交叉分类。但是在这个地方它对，它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分类是吧？它给我们展示就是这个论证的基本结构是什么啊？这个是我自己做学问的风格是什么？我强调论证结构，强调概念，喜欢看它的结构啊，就我不太在意它的内容，喜欢它的结构。这个结构是一个交叉，我同时认识 x 和 y， 不可能搞错是吧？举个例子，我认识其中一个，我认识 x 不认识 y， 我认识 y 不认识 x， 也不能搞错，两个都不认识是吧？更不可能错，对吧？我两个都不认识，我现在我听了两个名字啊，刚刚我讲了两个名字，我都不认识，我怎么能搞错呢？更不可能。哎，结构是一个交叉结构，交叉结构。我们看到这个拉克尔模型的结构时，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希腊哲学研究会认为这个论证是最核心的，他们是有原因的。虽然我不认同，但是你要知道它是有原因的，因为在整个探讨假的可能性的时候，柏拉图用的全是这个，全是这个。这个结构看上去挺简单，但它反复出现的。海德格尔的解释哈，非常的画风清奇。他说这个你看啊，知道不知道不可能是吧？在这个框架之下，假是不可能。当然，假如果这个造假这件事情不可能，现象层面。那下假判断，造个假判断也不可能，对吧？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假反正真的来说不可能。假的产生啊，海德格尔说，如果在知道和不知道这个框架之下，假不可能的话，那只剩下一种可能性了，在它们中间是吧？有一个中间状态啊，在知道和不知道有个中间状态，这个中间状态造假的啊，是假得一可能。他强调这个中间状态，这第一点。第二点，海德格尔说，你看，我们说这个虽然这个结论是假的不可能，但是你通过这个例子，你可以感受到，你可以隐隐的感受到。你在这儿啊，隐隐的感受到这个假的对象是二，对吧？你得把一个当成另外一个才叫假，对不对？我把一个东西、一个人当成他自身，这个不叫假啊，这个不叫假。这个假这个东西啊，在现象层面是把一个东西当成他物的结果，他物的结果，在这儿其实不是很明显，但是能感受到啊。海德格尔说，我先预告了，我感觉就是这个样子。第二个哈，存在非存在，之所以不可能，我刚刚解释过了是吧？海德格尔的解释跟第一个一样，他说虽然结论是否定的啊，我们在这个存在和非存在的框架之下造不出来假是吧？如果我们在存在非存在的框架下造不出来假，那么从对象层面来看，它也得有一个居中的对象。一啊，知道不知道是认识方式是吧？存在不存在是存在对象方式。从认知主体和认知对象来说，我们都需要一个居中状态，这是海德格尔的观点。另外他又重复了一遍，知道就是第二个他是怎么推出来的哈？他怎么把他的对象是二推出来的？他利用了柏拉图那个类比。我刚刚说了，柏拉图是怎么否定掉非存在的？柏拉图说，我们看颜色和形状，对吧？我们听声音啊，我们的感觉活动都得有特定的对象。判断活动也一样，所以我判断的对象不能是非存在。海德格尔在这基础上说，对，你说的很对，但是呢，我还想再推论一下，我们看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只能看到一类东西，我只能看到能向视觉呈现的东西，我看不见声音，我看不见味道，我只能看到颜色和形状，就是我只能看到这一类向视觉呈现的东西。我要听的话，我也只能听到对听觉呈现的东西，对吧？我要触摸的话，我也只能去触摸到对触觉呈现的东西。这个东西但凡不对你能触摸到声音吗？不能嘛，对吧？这个东西但凡不对触觉敞开，不对触觉提供信息，你就触摸不到它。他说判断不一样哦，判断可不是对只有一个东西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下不了判断是吧？我下不了判断啊，不仅是假，连真都不行。来听清楚啊，我刚刚一直在强调假的有两个判断，对吧？我把 x 当成 y， 我把 a 当成 b， 我才能造假，我才能制造出来一个假，我才能弄错，没错。但是如果你要下真判断，你要把一个东西搞对，你也得需要两个对象。非常简单，我把王永师老师当成王永师老师，我下判断对吧？这是王永师，这是个真判断对吗？但是我得把它一分为二，我得把王永师当成他自身，没有当成其他人。真本身的内在结构也是两个，这可以解释一个行为，可以解释一个现象，就为什么柏拉图也好，海德格尔也好，他们在研究真假时要从假进入，因为在现象层面，假的结构更清晰。就是我把一个当成另外一个的时候，是不是很清晰 ？x 当成 y 造假了，对吧？这个更清晰。真其实也需要两个对象，但是不够清楚。我把 x 当成 x 才能显现为真，是吧？才能造一个真判断。这个结构没有假清楚，它好像是同一个对象，其实是一个对象。分两个角度来看，真和假都需要两个，这是重点。真和假都需要两个对象啊。海德格尔在这儿相当于引申了一下，是吧？利用柏拉图自己的这个类比论证，他往前推进了一步。但他的整个利用的时候，他反着的。柏拉图是说，我的类比得成立啊，我要从感觉对象是存在推到判断对象是存在，对吧？海德格尔的论证刚好反了，他说这个类比不成立啊，不成立。感觉对象是单一的，看只能看颜色、看形状，听只能听声音。
我的判断没有两个对象，对吧？甲判断 x 和 y 两个对象，真判断是 x 和 x 他自己。哎，对，就是你看他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他根本就是反着柏拉图的论证，他不承认这个类比论证，才得出他自己的结论，这个非常有意思。第三个判断为其他，我刚刚说了哈，判断为其他的这个，我们可能得先介绍一下他这个认识。来，做算了。啊，判断为其他，对，判断为其他，我要补充一点哈，判断为其他，我刚刚说了，它为什么很多学者认为它跟第一个结构一样，判断为其他的结构跟那个它不是知道不知道，而是说我同时知道两个，我同时知道 x 和 y，然后呢，我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把 x 当成 y 呢？以至于我犯个错搞个错呢？柏拉图说不行，不行，为啥不行是吧？这个就是我刚刚说了，我同时看到这两个人，我看到他俩同时看到两个人位置跟我距离跟我很一样的时候，我是不可能搞错的。我同时知道这两个人 x 和 y，我也不可能搞错。哦，我在什么情况下会搞错啊？刚才我说了哈，我看到的是他，我想象的是另外一个人。我看到王老师，我想到是王老师，这个是正确的，这是产生真的一个现象，是吧？我看到王老师，我想象是另外一个人，这个是产生假的现象。也就是说，柏拉图会认为哈，在这儿海德格尔也这个意思，我们在同一种认知框架下，我们在同一种认知框架下，不管它是知道还是感觉，不管它是思维还是感觉，我们都是不可能弄错的。我们弄错，大家感觉，我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就是柏拉图认识层层往上，就是我们的假判断需要两个对象，这是对象层面。现在升级了，你这两个对象都在感觉活动里，也不可能搞错；都在认知活动里，也不可能搞错。这两个对象，一个在感觉里面，一个在认知里面，才有可能搞错。这所以说判断为其他是吧？都在认知层面，也是不能搞错的。柏拉图自己他为了否定掉他自己这个观点，他举了非常极端的例子，他说你要是一个有理性的人，你知道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你知道什么是美和丑的时候，你就不可能说美是丑，正义是非正义是吧？你就不可能说奇数是偶数，偶数是奇数，这样非理性的话。确实如此，我们可以举更确切的例子，是吧？你在思维中都知道这两个人，你都不可能搞错，都不可能搞错。所以说他结论还是否定的。但是海德格尔一如既往是吧？说这个第三个部分哈，虽然结论也是否定的，但是它比前两个更往前推进了。为什么？它非常明确的告诉你，判断为其他，听这个名字是吧？Another judging 是吧？Another 这个词儿或者 the other 这个词儿预设了有一个另外一个东西，对吧？就是另外判断为其他，其他预设了一个东西，对吧？我们英文经常有个对子哈，the one the other，你只要说了 the other，它肯定有 the one，这肯定得有啊，不然的话你这个 the other 怎么说？也就是说，在这儿光从题目上来说，标题上来说，柏拉图已经给我们暗示了甲是吧？需要两个对象啊，在现象层面它是非常清楚的。这个另外他这海德格尔在这儿把后面的例子给举到前面，就这个例子讲这个现象这个例子是拉普尔模型的例子，就是说我把眼前走过来的泰德当成我想象中的苏格拉底，我就造了假。海德格尔说这个地方有个错置的现象发生，这个错置本身就是假。换句话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地方到底问题出在哪了啊？我再清晰的解释一下哈。从对象层面是没问题，我们假需要两个对象，这儿已经有了是吧？这儿已经说反了，判断为其他嘛，the other 已经预设了怎么办？对象层面是对的，然后呢，你把这两个东西搞混了是吧？错置了，这也是假的产生的条件，这也是对的。但为什么这个论证不成立？就是因为它都在思维中发生的，这是不行的。也就是说，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们的假要产生，需要两个对子，需要两个条件，一个就是两个对象，另外是两种认知方式，在同一种认知方式内部都在感觉里面搞错，都在思维里面，就这样都在思维里面，你都在思维里面，我认识王老师，我认识贺念是吧？两个专名在我的思维里面，你怎么可能搞错呢？对吧？然后或者说奇数和偶数都在你的思维里，你怎么能说奇数等于偶数呢？一个能被二重线等于一个东西不能被二，肯定不行是吧？认知框架错了，判断为其他，为啥讲不可能？认知框架错。最后一个第四个是吧？拉克尔模型拉克尔模型为什么是正确的拉克尔模型为什么是得出了正确的结论？这海德格尔观点是吧？他说他给这个结论他说，我应该把这个整段翻译一下。他说假呀，或者假判断假不存在在纯感觉之中，也不存在在纯思维之中。就我刚刚举这个例子是吧？哪怕有两个对象，柏拉图这儿没有谈对象，但是我假设假设得有两个对象，两个对象都在我眼前，一样的距离，不可能搞错。两个对象都在我的脑子里是吧？在我的思维中不可能搞错这就是前两句话。他说假在哪里？假在感觉和思维的这个 connection，感觉和思维交织了，感觉和思维相结合。
柏拉图这个地方的这个结论哈，他没有说完，他说的不清楚或者说不精确，我们给他补上。我需要补什么？这个就是我们要把它不是说大家想这个事情，假这个事情不是说我留心把我的感觉或者思维，我明明现在觉得特别热，我越说话越觉得热，我把我的思维跟感觉混合，不是的。他说的感觉和思维相结合是说我对 X 的感觉和对 Y 的思维相结合，就是那个例子。我对他泰德的视觉活动是吧？我看见他了，我对他的感觉和我对苏格拉底的想象，我现在看见他泰德，脑子里想着苏格拉底，然后我说哦，那个是苏格拉底，这个时候就犯错了啊，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所以说啊，就是因为柏拉图这样的表述啊，他在这个结论里面没有强调对象性是吧？所以说希腊哲学研究者特别强调文本，就是我们要遵从柏拉图的文本的这个学界，他自然而然觉得这个对话是个认识。好像这个认知活动本身要真和假的产生，可以跟对象没有关系。这是海德格尔在这个解释的这个对话里面对希腊哲学一个很大的补充，很大的洞见是什么？他不断的强调假是两个对象，对吧？柏拉图在强调认识能力啊，海德格尔研究者也在强调认识能力，follow 柏拉图。海德格尔一直在强调认识这个真和假的产生需要两个对象，真也是需要两个对象，不仅是假。在这儿，我们把柏拉图的结论给它补上，你就看到这个整全面向。也就是说，我们有两个对象，这两个对象都在感觉之中的时候，不可能错，对吧？都在思维之中的时候，也不可能错。但是你把一个放在感觉里，一个在思维里，你把这个感觉里的这个跟思维里，就把感觉里的 x 和思维里的 x 对上的时候，真就产生了。对外也一样哈，所有另外的对象完全一样。但是如果你把你看到的这个 x pattern 当成你思维里的苏格拉底了，因为它俩很像，是吧？你给搞错了吧？错置 fish d e l 哎，这个时候假就产生。所以说柏拉图这个结论哈，我们需要结合海德格尔对对象性的强调，给它就是最后一遍，这个假的产生不是字面上说的感觉和思维相结合，而是说假的产生是对 x 的感觉和对 y 的思维相结合，或者说对 y 的思维和对 x 的感觉，对吧？这个时候产生了假，而且这个假，那大家注意啊，这个假是一定有感觉，对吧？感觉肯定在里面起作用，所以说这个假是可感世界的、经验世界的，这也是为什么海德格尔告诉他现象学，对吧？现象学本来就不存在两个世界，只有这一个世界，所以海德格尔会觉得我这个大号好的不得了，真正证明了假是如何发生的。他先是错置，对吧？我第一步是错置，我把我感觉中看到的他当成了思维中、想象中、记忆中的苏格拉底，然后我造了个句子，我指着他说，我指着他泰德说他泰德是苏格拉底。就是假判断是在假现象之后的，这是一个附属的。后一个哈，我们为了这个文本的或者说解释的这个完整性，提一下角楼模型。但我刚刚已经说了，非常简单，5+7算成11了，是吧？这个在思维内部会出错啊，这人在使用个别知识的时候会犯错。这个他举了个抓鸟的例子，是吧？这个是海德格尔不重视的，这个非常好理解，对吧？这个纯数学领域，并不是现象意义上的发生啊，这个海德格尔不讨论。这个柏拉图解释就是说，你在这个知识领域为啥会犯错？这个都在思维之中，是吧？它不涉及感觉了，都在思维之中。但是呢，人是可以把个别的知识给错置的，给混淆的，这是有可能。这个补充说明内容是一样的。海德格尔不重视5，重视4。拉块模型是吧？我们要看这个框架，就非常的清楚。这个 P 是perception是吧 ？P 是 knowledge，就是我把这个对 X 的感觉，大家也知道哦，对我可能忘了说一个事情啊，马上下2个句就要讲，就是柏拉图在理解知识的时候，把知识理解成记忆，是吧？为什么呢？因为记忆力相比感觉活动来说，它持久、可靠、稳定、普遍，对不对？它有这样的一些特征。那么柏拉图是把记忆等同于知识的。在这儿啊，说 K 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知识 knowledge 理解成记忆，什么意思？我看到了 perception，我看到了这个他泰德，然后呢，我把这个形象拿过来，跟我心目中我这记忆像一个槽一样，是吧？大家这个夏天做冰棍是吧？有很多槽啊，有一个槽是他泰德，有一个槽苏格拉底，有个槽是李志哥，有个槽是儿子，等等等等。我远远看到他泰德，我把他这个远远看到这个内容啊，我感觉到的内容放进他泰德这个记忆这个槽里，这就是真的了。这个竖线哈，对，另外一个 y 也是一样，是吧？我明明远远看到的是他泰德。我非要把它放到苏格拉底这个槽里，我把感觉的对象，我把这个感觉的这个内容和对象放进了这个记忆哈，或者叫知识的这个槽里，就产生了假错置，是吧？海德格尔讲这个错置，所以说这个最核心的内容，所以大家去理解，我们没有把那个其他第3个是吧，范围其他展开。其实啊，1、3这个拉块模型，
这个4、5，他们都是遵循这个结构，符合论真理的基本结构就是这样一个交叉结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传统希腊人就不断的回到第一个，因为第一个他第一次介绍就是希腊人。对，这个海德格尔用另外一个模式把它展现出来，这是我自己的解释。对，就是这样子，我把看到的他的当成记忆中的他的真我把看到的苏格拉底当成记忆中的苏格拉底也是真，就是那2条竖线我把一个当成另外一个了，一个当成另外一个交叉一下就是假。好，我们现在在基础之上看一下柏拉图和海德格尔。首先就是记忆的解释问题了。柏拉图注重是记忆的内容，记忆的内容，他说，你看我刚刚说的持久恒常普遍是吧？所以说柏拉图会认为记忆的内容就是知识。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吧？柏拉图这边说的很清楚。海德格尔也谈记忆啊，他不谈记忆的内容，他对记忆内容不感兴趣，他谈记忆活动这个是活动。他说这个活动不是场内的。大家都知道，德国哲学家说这个记忆场内最有名的就是黑格尔，说inner就是内在因为唯理论是吧？知识是先天的嘛，就是你这个记忆为啥等于知识？他解释柏拉图为啥等于知识，是因为它先天的。这也是那句话苏格拉底说为什么要认识你自己？你越挖掘你自己，你就越能认识这个世界老师的功能就是把你上辈子观察过的理念，现在潜在在你灵魂中。我现在提示大家一下。如果这节课这不是这节课，这个讲座讲完是吧？谁想做柏拉图哲学，说明你上辈子观察过柏拉图理念只是被我唤醒了。你要是完全对这没兴趣是吧？那也不能怪我，那完全是你自己的问题。你上辈子没有观察过柏拉图哲学的理念，对不对？我唤不醒你。这个是当海德格尔说我这个记忆活动不是朝内这个针对的是黑格尔或者是柏拉图这条线，它不是朝内，它朝外的它是对对象的一个反应。说起来是吧？我对对象的一个设想想象它是朝外的。另外这个海德格尔还多说了一句，说他也不是完全承认过去。记忆这个词是吧？受奥古斯丁传统影响，大家都知道，我站在当下感受当下的对象是吧？感受当下的存在。奥古斯丁说法我站在当下感受当下的存在者，我站在当下回忆过去的存在者，我站在当下展望未来的存在者是吧？这是奥古斯丁主义，因为他这个记忆是承认过去的。这个过去的存在者早都已经不存在了，是我这个人在当下把它带到现在了。这是奥古斯丁主义。海德格尔这个记忆的这个外延比较宽泛，也是专门说不完全指过去不完全当下的东西也可以被 foresight 也可以，就是我当下有东西，我也可以想象它设想它，不一定完全要指过去，说不定也可以指成未来。它没有这么强的时间性。对，这是海德格尔的一个说法。他会认为记忆，他强调记忆，它不是场景，他强调活动既不是奥古斯丁式的，也不是黑格尔柏拉图式的。这个活动的一个最基本的功能，让不在场的在场者当下化就是德文是 Vergegenwärtigung，就举个例子我站在这儿是吧？对，这个能解释这个海德格尔他没有过去的指向。你比如说我在想这个南大的仙林校区是吧？那东西没过去它在了，它不是过去存在，现在不存在了，它在了我让它不在场的在场者。这个是海德格尔认为记忆最基本的功能。这是首先他从记忆出发，他们2个都谈记忆是有目的的。柏拉图谈记忆是要区分灵魂的2种认识能力，灵魂有2种认识能力，这个感觉和知识是吧？把知识等于记忆，感觉和知识。海德格尔是说他换了一个术语是吧？换了个术语，但我们最后会看到，这可不是简简单单仅仅是换术语他因为换术语，这个解释框架变化很多。他是说这个海德格尔在解释开阿泰的 K 的时候，他也叫灵魂他因为他遵从柏拉图文本是吧？跟他更海德格尔的说法是此在，灵魂或者此在与存在者打交道有2种方式，一种就是我直接当下化 Gegenwärtigkeit，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在跟各位，我们就是直接打交道是吧 Gegenwärtigkeit。另外一种我跟那个南大仙林校区是吧？我跟我的家乡打交道的方式是 Vergegenwärtigung， 我现在提到了它，我让它当下化，它现场没有出现的时候当下化。此在或者灵魂与这个存在者打交道有2种方式，当下化和使当下化。这个东西绝对不是说，如果有人会说那不就是换个术语吗？对吧？是不是？这有什么区别？你还是区分了2种，对不对？为什么我能用柏拉图术语，不用非要用海德格尔？这背后是有本质区别的。柏拉图感觉和知识的区分背后是2个世界的区分。大家都知道古代哲学是吧？就是认识论平行对应本体论，本体论决定了认识论。就柏拉图为什么会区分感觉和知识？换句话说，大家回忆刚开始我谈那个赫拉克利特的这个三角形是吧？赫拉克利特主义说物理主义唯物主义，这个的知识论是知识是感觉是吧？因为我们只有感觉，没有其他东西了。你没有灵魂呀，灵魂又不是精神实体是吧？没有理性我们只有感觉。
这个感觉和知识的区分，只不过是柏拉图理念世界和经验世界、可感世界和可知世界区分的一个认识论的后果。认识论的后果，也就是说，他先区分两个世界，他才区分两种认识能力，不是倒过来，不是倒过来。我们通过认识能力把这两个世界给拉出来，就是柏拉图这两个认识能力的区分，可不是简单的数或者背后两个世界，就是可感世界和可知世界。可感的是吧，看得见摸得着，但是没有知识，不可知。可知世界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们通过把握可知世界中的理念来把握知识本身，对吧？这个理念论哈自带分离效果是吧？大家都知道，理念论自带分离效果。你柏拉图在早中期的时候特别强调说，这个可感世界，这个可感世界的东西流变不拘是吧？今天在，明天都不一定在了哈。现在这桌子是红的，明天说不定算是绿的，说不定过两天就烧了是吧？现在在有生灭变化，可感世界，可感经验事物，没有生命，没有知识。另外一个是永恒不变的，永恒不变的理念，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严格意义上讲，就是最重的说法是分离是吧？可感世界和经验世界之间，本质区别是分离的。当然，它俩之间是有关系，我们会说叫非有关系等等等等。但我不想强调这个分离和非有的问题，重点在哪里？这个柏拉图的理念论哈，到底在说什么？当我们说理念与个别事物相分离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说什么？柏拉图主义，这个给出了一种解释存在和本质关系的方式，而这个方式，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根本的一个方式。基督教到后来哈，跟希腊人融合的时候，这才是根本。什么叫本质不在存在之中？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叫存在者的话，也就是说，对柏拉图来说，我刘星为啥是人啊？不是因为我爸妈是人生了我是人，这样说我为啥是人？是因为我赋有了人的理念。而这个理念和我处的这个经验世界是严格的两个世界，是吧？高低有层次区别的两个世界，分离问题，这个其实是什么？理念就是不可于本质，对吧？本质不在事物，本质不在事物或者存在者之中，这个后来就基督教会说，你这个存在者的存在是吧？也不在你自身之中是吧？在造物主之中啊，这个到最后是跟基督教合流的一个点。亚里士多德主义是不是这样？我们先不管这个事情，先放一边。海德格尔为什么要把这个词儿给换了是吧？把这个感觉和知识换成当下方式当下化，他在不知不觉之间改变了基础理论。海德格尔作为一个现代哲学家，根本不接受理念论，压根儿从来绝对不接受理念论，但他也懒得批评，他根本不是说啊我不接受啊，我要提10条批评意见，这已经对海德格尔来说已经是 common sense，根本就不需要他去批评。所以说他在唯名论传统之下，大家应该都还是知道唯名论的意思，就是西方哲学传统没有人否定普遍者的价值。因为我们的概念就是普遍者，对吧？它的区分在哪里？唯名论和存在论的区分就是说，这个普遍者中世纪叫共相，它有没有实体性？柏拉图的理念论强在哪里？他认为这玩意有实体性。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很可怕，就是说人的理念，我刘谦是人，是没有人的理念，对吧？人的理念虽然不存在在这个世界里，它存在在某个世界里，那亚里士多德主义就会问：人的理念得是个人吧？如果自我归属的话，正义理念得正义是吧？美的理念得美。人的理念得是个人有一个人形状的东西不存在这个世界里，它还是个普遍者，它还存在，这很吓人是吧？大家都知道这个亚里士多德批评给柏拉图主义造成很大的困难，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整个西方传统没有人认为普遍者不好，普遍者是好的，关键是这个普遍者和共相它有没有实在性？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我觉得唯名论最早被注册亚里士多德，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说普遍者好是好，共相好是好，但它最多是个概念，对吧？它当概念起作用挺好的，它当词起作用挺好的，它有实在性的话，这个不好解释是吧？效果很不好当然你当然可以考虑为啥柏拉图主义强调这个实在性，在唯名论背景之下，海德格尔只承认一个世界，只承认一个世界，当然没有分离问题了，对吧？本质就在存在之中，本质所有东西的本质，都在它存在之中。本质我们在这儿把 A 豆翻译成像是吧？就是本质它就显现在个别经验事物之上。这是知道现象学非常有名这个现象级本质是吧？为啥现象级本质？就是因为现象，或者你可以换个角度来想什么叫没有两个世界的分离？就是你这个所谓的共相这个东西它只能通过个体能显现普遍性、共相和本质只能通过个体来显现，它的实在性只在个体上。它当然它作为概念可以普遍化是吧？但是它本身人的理念或所有的本质它不能单独存在另外一个世界里，这是不可能的。对，所以说这能解释就海德格尔在这儿他甚至都不屑于去反对两个世界了这都是一个非常我们在现当代海德格尔认为，我站在海德格尔角度，我们在现当代应该理所当然接受的东西。他当然在这儿按说通过这个换术语是吧？你想，当我们说当下化和史当下化的时候，这个主语是谁？
有这两个动词的时候，主语是统一的此在。柏拉图说这个知识和感觉的时候，主语可不一样哦。感觉的主语是我的感官我的身体性。知识的主语是我的理性啊，对吧？这背后是两个世界啊，这背后是两个世界。海德格尔不是，它只有一个主语，就是此在。我作为此在，我跟这个世界的所有存在人打交道，就两种方式，这个当下化和使然。所以说，在柏拉图那里，这个又要翻译成，在我认为，就是它确实同一个词要有不同的翻译，因为它理论背景不一样。这甚至不是解释倾向的问题，不是说我想强调这个，另外一个学者想强调这个，它不是解释倾向的问题，它是理论背景。在柏拉图那里，就是理念是可知者是吧？经验是可感者，可知者用理念，我个人觉得还稍微好一点，代表普遍者，代表本质。在海德格尔这儿，确确实实应该翻译成像，就是它作为本质，透过个体现象展现。对象，他认为把握这个像的是海德格尔，就是这个词在德语里有 Phänomen 它的被动是 Phänomen，但是德语用途海德格尔把它拿来，为啥要用它？就是想弥合这个感觉和思维的差异，感觉叫 Wahrnehmung，这个思维叫 Phänomen 是吧？他用他这个 Phänomen 来翻译思维五思的活动。他这样用的时候，他其实海德格尔经常性的在混淆理智活动、感觉活动，在他看来是一件事儿，对，但是他也知道他不能纯用 Wahrnehmung 那个词是吧？这个传统学者看到会反应很大，所以他专门找了个同词根的 Phänomen。对，也就是说，我就能够对着一个经验事物直观到本质，我直观到本质。你要在柏拉图主义是吧，或者古代哲学，我看这个桌子，最多能激发我寻找本质的这个想法，然后我去找理念是吧？我通过定义通过分类，通过定义寻找理念。海德格尔认为说，我看见这个桌子，我就能透过这个存在本身、现象本身把握本质，因为它本来就只有一个世界，本来就不可以。所以说，最核心的问题他把感觉换成了当下化，把这个记忆换成了使当下化，然后就说，哎呀，这个此在和存在者打交道两种方式，当下化。所以说，在这个准备性研究里，刚刚我们说了好多，到第一到第三个部分，这个一直强调对象是对象是。到了主导性研究，他说这个不仅是我不说更精确一点，就说不仅是对象差异，更重要的是此在和存在人打交道这两个方式造成了真假的产生，或者说这个真现象的展现。我们来看一下海德格尔这个架构是什么样的。他说还得稍微再解释一下这个当下化就灵魂可以直接当下化在场的存在者。用柏拉图的说法，就是我可以直接感觉到大家，我可以看到大家，我也可以听到大家敲电脑的声音。灵魂可以当下化在场的存在者，但是我们更多的存在者是不在场的，对吧？我们在场就是这个教室里的人和物，更多的我的世界里面，在座各位的世界里面出现的东西，更多是不在场的，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朋友，是吧？我们的教育背景等等不在场。这个东西呢，用当下化这个方式，或者用柏拉图的词儿，感觉这个方式是呈现不出来的。什么方式呢？海德格尔说有使当下化。我们有另外一种，我们死在跟世界打交道，还有使当下化。非这个 Vision 这个词儿，他还用 Vorstellung 是吧？我可以想象嘛。是吧？我会想象，我站这儿设想一下我过去见过的人，刚才见过的人和我就你们在座的各位，我也可以设想是吧？我可以设想，这就是第三条比较重要。注意的是，这两个打交道的方式不仅可以适用于不同对象，显然前面两条适用于不同对象，对吧？我当下化是适用于我眼前的存在者，我使当下化是适用于不在我眼前的存在者。但是这两种打交道的方式，尤其是第二种使当下化。它可以适用，它也可以适用，就是在眼前的东西、眼前的人和物，我不仅可以当下直接感知，我还可以设想，可以的呀，对吧？我现在可以在座各位坐在我面前，我可以设想，哎，这同学低着头的是在听吗？是不是在发微信呢？我可以设想啊，对不对？我对当下存在的存在者，至少就是两种打交道方式都会用，我可以直接感知直接当下化，我也可以我把它当下化，就它本身什么状态我不清楚，是吧？他有没有听我可不清楚，但是我可以善意揣度，我也可以恶意揣度，对吧？我可以对这个当下存在的存在者，我照样用另外一种方式可以跟他打交道，就是非也另外就这个第二种方式，它可以针对在场，可以针对不在场，这是重要的。好，海德格尔在解释他第二个定义的时候，他按理说是把定义给改了。柏拉图说，第二定义是知识是真判断，是吧？海德格尔改成知识是判断，而且他把名词改成动词，这个是非常海德格尔的，是吧？大家都尤其做项目我都知道，海德格尔的研究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在语言上非常明显，真是把阿利提亚假会的这个判断是吧？动词都动词化，存在这个著名的存在的区分，存在的区分。
那个 then 和 thens 都是名词和动词区分是吧？他把它全部动词化、过程化，强调过程过程在现场上更原初是吧？原初发生，优于结果。他在这儿把它改了，知识不是真判断，而是判断，而判断是个下判断，是个动作。海德格尔说，我们下判断的时候，把一个东西当成一个东西，下判断就是这样的。什么叫下判断？我把，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人是个好人，对吧？你把这个人给他下了一个质上的判断，性质上的判断，这个人判断，或者说，哎，我觉得这个人作为学生是个好学者，对不对？或者说，哎，我觉得这个人作为学生是好学者，作为人好像不太好。倒过来是我觉得这个人特别好，他学不行，对吧？我们下判断的时候，大家注意，我们下判断的时候一定有一个，海德格尔说，谢老师可以说一定有一个 as 的结构，对吧？就是我一定把它当成个啥才叫下判断。你对着它，那不叫下判断，对不对？这就是判断结构。我有一个 as， 这个德文叫 as， 英文也很像，没有点到。我们下判断的时候一定是有这样一个结构的。好，在准备性研究里面，就在前面3个里面，海德格尔只是说，哦，我们把一物视为他物，就是假，对吧？我刚刚你说好几遍了。我们把一物视为它自身就是真，我把网友说成当成它自身就是真，这是准备性研究。在主导性研究里，海德格尔往前推进了一步是什么？我刚刚已经解释到了，我再说一遍，我们不是说把我眼前这两个，我把网友是当成荷叶，我们正常不是这样产生假的，不是的，是吧？谁会这样产生假？我把他在我眼前，我把它当成坐在我眼前的他，我们不是这样产生假的，而是啥？我们是怎么产生真的？我们把我当下画的这个 X， 我把我眼前的网友是跟我多年前交到那个人，在我心目中的那个人，灵魂中那个想象中浮起来那个两个形象对上，这个叫真啊。然后呢，我把我眼前当下画的这个网友是可以当成了我记忆中的另外一个人啊，比如说环形上海的一个老师，我当成另外一个人，哎，这个就是假。它相当于啥？大家可以简单理解，就是在准备性研究里，只强调了对象是二，是吧？这是造成假的一个最基本的结构、最基本的特征。但是呢，在这儿海德格尔把它引入了这个此在跟这个存在者打交道的2种方式。事实上，我想说的是啥？你把这个当下化和使当下化换成柏拉图的术语，就照样成立。这个要成立啊，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海德格尔是有洞见的，他跟柏拉图没有什么区别。虽然理论背景不一样，对吧？照样成立。也就大家看一下这个结构，这是真假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结论性的结构。这个结构要求2个对象 x、y， 要求2种认识能力是吧？认识活动，柏拉图意义上的和3层和knowledge，感觉和知识。海德格尔在那做的只是把这个 P 和 K 换成了这个当下化和使当下化，他换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啊，还有之二。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不想要2个事件，唯名论不要2个事件，但是还有别的原因，我们会说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海德格尔是看到本质的，是看到这个事情本质的。所以我明白之后，我觉得海德格尔确实很厉害。希腊哲学研究者没有一个人把问题分析到这个程度。虽然他们在文本分析上啊，或者在小学功夫上是吧，古典学上做的非常的细致的工作，但是很多时候他是错失本质的，他是很错失本质的。对，海德格尔之后他在他这个34卷哈，36、37也出现这个图了。这个313页没有这个大箭头，因为我这个构图呢画图能力不行，我只画了一个，把它合在一起了。就是这个全的这个结构是321页，最后那个总图。我们现在先看它前面这个，不要管这个大的这个箭头，先看前面这个。海德格尔说，你比如说这个是我吧，要不这个是Theodoros 柏拉图自己的例子，Theodoros 第2章。他远远看到他可能是那个对象是吧？他首先把这个对象远远过来这个当下化成他泰德，然后他现在有2个可能性，在摄影这个层面啊，是当下化层面，他可以设想对面来这个人是他泰德，这就产生了真实的。然后在设想的层面，他可以设想苏格拉底从那走的，把这个设想层面设想成 y 的时候拿下来，这个就构成了假。就为啥这个适当上化的这个箭头比这个长，就是因为我们在想象的时候，我们在设想的时候，比我们现实的存在者多，对吧？我当下能接触到的存在者，当下化就这个教室的人和物没了，但是我能设想的可就多了，是吧？我还能设想所有的东西。这是海德格尔说的，我们整个下判断的活动啊，是一个双叉结构，就是这样一个叉子的结构。我们对同一个对象可以有2种操作，这2种操作相互结合的时候，就会产生真和假。我刚刚想说，为什么海德格尔跟柏拉图没有区别？为什么他只针对 x 说的？你把 y 补上它就是个叫啥？在这个地方，海德格尔是非常有洞见。对，这个是这个。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大的箭头是啥？是吧？我们要继续要解释这个。这就到了第3个部分。
就是对海德格尔这个阐释和分析，我们会再回到这个图啊，我要把这个大的这块解释一下。海德格尔解释它是得偏这个第二个定义是吧？这个理论框架跟柏拉图不同，刚刚说的，哲学背景完全不一样。一个是一个是不认同这个共相的时代性，另外一个是最强版本的共相也是时代的，就柏拉图理念。它不是最强的，起码比它还强。Anyway，它是始祖，理论框架完全不一样。另外呢，海德格尔跟传统的希腊解释不一样，传统希腊解释关注真假的时候只关注它的真假，句子的真实。海德格尔说这个先发生再造句，是吧？他强调这个现象层面、发生层面。他给了两个术语，真就是解释，假是错字。抱歉，这个错字打错了，错字。古代研究研究近些年来在接受这一点。虽然他们不很难接受海德格尔的希腊解释，就是这个文本分析很难接受，但这个结论很多学者很愿意接受。Anyway，第三号，我会认为说海德格尔对真理的这个双差解释结构跟柏拉图我总结出来的这样没有区别，它只针对 X 说，所以只有一半如果你把 Y 给摘出来的话，都是这样。只不过在柏拉图的结构里面不强调这个灵魂是吧？不强调那个始发者、实在或者灵魂，海德格尔强调灵魂，要从一个点往外画那个叉子。但是特征不一样如果我们大家想一想刚才那个柏拉图那个相差结构是怎么形成的？我把感觉到的他海德放进我灵魂中他的那个框框里是吧？这个我把感觉到的他海德放错了，放到苏格拉底的框框里产生假。对柏拉图来说，知识记忆才是最根本的，是吧？我感觉经验中碰到谁，那不是很重要的事情。真和假的产生都是，就是你放的这一下，当放的这一下正着放、竖着放，对应的放还是错的放，这个才是产生真假。但是真假的非常核心的是在记忆、在知识里面。但是海德格尔这个解释非常明显当下化，就是感觉经验才是判断的标准，感觉经验才是判断标准。就是我这个事情到底是发生了真还是假，不是取决于我的设想、我的措施，不是的，而取决于我真正感受到的是谁，我真正看到的是谁，我真正当下化这个对象是谁，这才是真正的真假的标准。这一点上跟亚洲人很像现象学，不再强调先验，不强调后验经验的东西。但是我个人觉得最大的重点就是它揭示出这个结构性，就假产生的结构性的因素。对象得是用柏拉图的术语来说，认识能力也得是同一个认识能力，都在感觉之中无所谓讲。两个对象，哪怕两个对象都在感觉之中无所谓讲，都在思维之中也无所谓讲。但是两个对象放进两种认识能力里面就有真假。海德格尔只是把这两种认识能力换了个术语，是吧？当然，他为了否定两个事件，换了术语说此在灵魂跟存在的打交道的方式。这个是我认为它的一个重点。接下来，另外他换术语是吧？我刚刚说了，首先是他不接受两个事件，还有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海德格尔的这个标签是吧？尤其他早期，说实在话，海德格尔晚期我是读不懂，3、5年之后我不知道在说什么，但是他早些年3、5年之前的还是可以读懂的。他早期哲学有个非常大的特征，大家都知道，也是他最有名的那本书的一个题目体现出来的。他在哲学史上很特别的用时间性解释存在，是吧？当然，存在时间阶段，他是用时间性解释此在的存在。他知道这个，因为你用时间性解释艺术作品，你就很难解释艺术作品存在了，对吧？因为艺术作品很多时候有价值是因为它超时间性，它的永恒性，对不对？比如我现在去西班牙看了一幅画叫《宫娥》，那幅画的价值不是因为它有死，或者它有时间性，它流动，它变动不绝，当然不是，是它有永恒的价值，是吧？可能不同人理解这幅画不一样。艺术作品的这个价值刚好跟时间性是有点变的，但是海德格尔这个观点解释此在是没问题的，他用时间性来解释此在的存在。也就是说，海德格尔是在用时间性解释存在（括号此在的存在），这是他很特别的一点。尤其我们这个古代哲学中世纪是吧？我们一般解释要是把时间这个维度引进来，我们对应的可能是永恒性是吧？我觉得永恒是好东西。永恒对应的存在者才是好东西，永恒不变的、普遍的、超越的。海德格尔这个很特别，他强调时间性。所以说有一种可能性要从词源上来看，它这个当下化和使当下化 Gegenwart 和 Gegenwart 里面都有这个现在这个德的 Gegenwart 现在这个词，他也说了，这是此在跟存在者打交道 ，Zionist 跟存在者打交道的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它就是线下。我在现在看到各位是吧？我要设想各位的心理活动，刚好我的设想和我看到的是一致的，是吧？我在设想，这同学在认真听，他真的在认真听，我就知道这个真现象，对吧？他人家明明在认真听，我看见这个现象，我不相信啊，我非要设想他可能在那个啥蛐我是吧？好，我就造了一个假现象，就是
这个都是现在发生的，这种叫现在发生的。我在跟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打交道？400就是当前就在我眼前的一个存在打交道，它不是一个其他的，就是面对着我。海德格尔认为说，传统形而上学就是在这个框架之下行为的，所有的交道对象都是存在者，静止不变的存在者。但是呢，这个哲学家传统形而上学家，他面对存在者的时候，他首先考虑的是，我面对一个存在者之后，我要找他本质，就是我们看他的偏好。如果你掌握一堆数学知识，你面对两个数学家的时候，你并不问这两个数学家卡尔泰德和提俄多沃斯，哎，数学有什么应用啊？数学对我们的人有什么帮助啊？数学能不能帮助我们认识理念啊？能不能给我美好人生啊？能不能让我幸福 ？No，这个传统形而上学以希腊人为代表的，他看到两个数学家之后，看到两个具体应用之后，说，哎，什么是数学？什么是知识？我们来找普遍性吧，本质是吧？本质就是普遍嘛，阿格玛。而且这种东西，如果带上时间性的话，永恒是吧？不变啊，对吧？会员这就是传统形而上学的一个理论研究的态度，就是我面对事实或者是经验事实，不想面对经验事实是吧？设定了理念世界，我不管咋地，我对这些存在者，在我面前放着的存在者的时候，我的本质是我不管他面对的是啥，我都要找本质然后我要找普遍性然后他们带来时间性的谓词就是永恒不变的。这就是一个理论观察的态度，在这个里面是吧？这个后来法国这些批评啊，罗格斯中心主义，因为你要找本质，你得通过分析逻辑啊，对吧？你得通过定义啊，罗格斯中心主义。而在这个现实之中哈，我们最常用的感官是视觉，是吧？视觉中心主义、罗格斯中心主义、本质主义等等主义，这是被批评的都在前面那行。海德格尔是说他自己在这个解释他看德这里并没有，对我来说这是我的一个对他的一个理解。他之所以这样去改这两个词，引出来现在这种模式，他其实就是我们此在跟存在在打交道，我们此在跟存在打交道，不是存在人，我们此在跟存在打交道有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就是大箭头，有一个更广阔的定义这个特别大的箭头，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是面对这个未来是目的性目的论，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时间上的，就是我们是朝向未来做规划，然后活出去，是吧？他早年落在此在上彼此平衡，他晚年就是觉得，哎呀，用此在好像面有点窄，他习惯用存在，对吧？甚至把那个爱变成 epsilon，他说这是一种发生，this exists，this exists，是一种发生，这是一种稍微有点带点目的性的一种活动，是吧？是一种存在的发生活动，而这种发生活动，它不是传统那种当下直指当下的理论观察活动，它不是的，它是一个面向未来的实践活动，面向未来的一个实践活动。而这种实践活动落在个体身上，落在此在身上，就是活出去的。你一定要把自己活出去，不断的把自己活出去就是你不能说你是静止不动的你生下来就是为了静止不动完成一个目标，你是理性的人，或者你是一个上帝的造物，当信徒是吧？都不行，你得不断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拯救于自己于水火之中这个特别海德格尔，就是你这辈子得一而再再而三的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就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投身到存在本身之中，一而再再而三的不能停的要活出去，这个非常非常现代，这真的是非常现代的世界观才能说出来的话包括对有话还有一个，就这种活出去落在个体性时间性有死性是吧？落在我们人身上都是有死的运动，生命活动是运动，这是一种活动形式。就海德格尔这一套就是整个我个人觉得我个人认为整个塑造了我们整个的现代性，刚才说一而再再而三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还有个耐克的广告词是吧？大家应该都听过 ，Nothing is impossible， 这绝对不是古典世界观能造出来的广告词就海德格尔这个怎么定义人是吧？在有死性的框架之下，人是从生到死有无穷可能性的生物是吧？你既不是理性造物，也不是上帝的造物，你既不是理性动物，也不是上帝的造物，你是生死是确定的，生死是没法改的。但在这中间是吧？在这个确定性中间，你有无穷无尽的可能性你就是个穷小子也能当美国总统，这个背景是海德格尔的现代哲学这个就是没有啥是不可能的现代哲学在我们古代好多东西都不可能的好多女性要在古代想做学问是吧？想读点书当数学家，下场只有一个就被烧死，连这都不可能。真的，你就不要说别的事情。我在德国住的时候说个闲话，我快讲完了是吧？我有个德国房东，他请我看了2场电影，我在那住了1年吧，请我看了2场电影。第一场叫《阿狗》吧，大家看没看过？在中国，对，就被希腊女数学家被烧死的故事，对吧？他最后就这个。还有一个电影是个小众意大利，它的小众文艺片，那个一个意大利女生来德国学哲学，
毕业的时候博士论文1.0啊，我也1.0是吧？最高分毕业，回到意大利失业了，后来找了个男朋友也很失败，抑郁而终。我心想说，你请我看这俩电影，你取的怎么呀？啊，我把它看了，我直接可色，真的是。然后海宝大学因为那个汉达的海宝大学荣誉教授，我们每年圣诞节都可以免费看一次，就是电影一直放，就有个电影叫《汉达伦特》，大家知道，我们每年都能看。我就发现我看这些电影好像都没啥好下场，对吧？就没啥好下场，特别诡异。对，很多事情都不可能是吧 ？Nothing is impossible，非常现代的，非常现代的理念，包括美国梦是吧？这都是现代性。就是如果让我来说哈，这个当然现在各位批评指正。如果让我来说，站在一个宏观的领域，就在海德格尔可能会认为他之前的哲学，包括胡塞尔是吧？要不然就本体论，这个认识逻辑绕着本体转是吧？要不然就是康德以后的这个哥白尼革命哈，认识论，就是我们的这个不是客体人，不是这个主体绕着客体转，客体绕着主体转是吧？我们的认知结构塑造认知对象，至于它本身是啥不清楚。这两种在海德格尔看来，这两种理论态度都是关系项优先于专系。关系项优先关系。我现在有一个存在者是吧？这是经验存在哈。亚里士多德说，来我们研究一下这个经验性。弗拉说 no， 我们来研究理念是吧？设计了一个形字的理念，或者尤其人的理念。这个理念在先，然后我作为认知主体是吧？我是一端，他是一端，我来认识他。康德说不是，然后那个对象决定认识哈。有这样的，我昨天那个讲座也说了哈，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有这样的范畴结构，我才有这样的类似结构是吧？范畴结构决定类似结构。是存在决定逻辑，不是倒过来，这是传统非常非常典型的本体论传统。这个是古代，到了康德是说我刘基为啥能如此正确的认识这个评论？那是因为我这个时空先验直观形式和十二范畴，我只有这12范畴，我只有这2种形式我只能认识3维的逻辑，我只能有这样的感知，等等等等，我只能造出来我能认得出来的认识对象，等等等等。但是不管咋地，就对海德格尔来说，都是你先设立2端是吧？对象一端，主体一端。谁优先2个不一样哈，康德、亚里士多德不一样，但是都是先2端，关系在后，关系在这个 relation 是吧？关系项在关系之先，我先有2个端点，再有关系这是非常典型的理论态度，非常非常典型的理论态度。而这种理论态度，有一套术语，这也是胡塞尔的术语 ，noesis noema 是吧？就是我有个认识主体，我有个认识对象，然后呢，我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刚刚说的，我们要把握本质，把握确定性，把握现实性。现实性发生在当下现在是吧？这种这是整个海德格尔可能会认为，而且我也跟有一些做胡塞尔的，我觉得胡塞尔很多理论非常像康德，我觉得胡塞尔没有康德的框架。这个在海德格尔之前情况都是这种情况。海德格尔用了一个术语上手之在，他表达啥？关系优先，关系优先，就是说刚才想想那个大弧线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人生来是在一个活动之中人的生存活动是吧？实践活动。理论观察是这个实践活动的一个边缘状态。我们大部分时候是关系优先的。什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什么叫关系优先？就是我跟周围的其他的子弹、其他的人也好、其他的物也好，我们是有这样的关系，我们才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先有这条线，再有2端。我们先有 relation， 再有 relation。这是海德格尔的说法。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当我们纠正存在的时候，我们问的不是把这个对象的存在者当成本质，当成一个对象来问。我问的是什么叫 Z 存在的意义？就是这个周围世界、周围环境和周围的人对我的意义、跟我的关系。我很长一段时间不能理解它的存在，时间里面写了很多这种小杠杠是吧？理解我的在，这么多小杠杠。我后来有一天我有一个想法，也很想再跟各位再交流一下，就是海德格尔用这个小杠杠是一种表达。我们存在的这个所谓的在时之在，是我们本来先在里面的，然后我才把我自己跟这个世界分开，然后把它当对象来观察。就是你或者说这个世界，我们说小一点，它不是说他说的这个世界不是传统那个这个本体论和认识论那个宇宙作为整体不是的，就是我的世界向来我属性是吧？这个世界是我的世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比如我看到一个新的地方，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很陌生为什么很陌生？因为那个世界不是我的世界。当我住了一段时间，当我周围有一些认识的人之后，他就成为我的世界了。在这个框架形成之后，我才跟这边人重新建立一次关系，真的是这样。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道理的。在这里面，它不再寻找本质了，它寻找存在，它是个体的生存。当然对应的真假真理观是吧？前面那个不是这里理论态度，这个是真现象的发生。它面向未来的时候，自由和可能性。我就想说，这个强调流动性、过程性、相对性、可能性。我认为海德格尔是给现代，不仅是现代哲学，
现代的生活是吧？我们整个现代性做了一个很好的哲学奠基。举几个其他领域的例子哈，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这个量子力学，量子力学相对论就是关系优先，对吧？关系优先这个词叫测不准，就是说你站在那儿，这个测量条件、测量仪器、测量者测还是不测都对结果有影响，对吧？你不看它的时候和你看它的时候，结果是不一样的，它关系优先关系优先。这个包括如果在座有美学老师是吧？包括艺术作品哈，我们原来如果我们看西方油画的话，他原来画的那些脸都镜子图片来着，这个宗教画，这个大画市民生活是吧？画一些静止的，从印象派开始。当然，这比海德堡哲学早很多，是吧？他们大家也不会是平行并进，是吧？但是有点信号，对我来说，开始强调动态性了。那个印象派强调动态性，它要在一个静态的纸面上给你呈现动态的特征，是吧？印象派是要呈现这个光影效果，是动态特征，就有点像文艺复兴时期，它要在二维的纸上给你呈现三维一样，是吧？他们说研究透视，它要在二维呈现三维，但是在这个到了这个现当代，我们是要在静态呈现动态。我觉得毕加索特别体现海德格尔哲学的精神。我也想拿这个最后讲毕加索的一幅画这个亚维农少女来结束整个讲座。就是我很长时间特别讨厌现代艺术，画和这个啥装饰，我觉得这群人真的是脑子有病。而且就是觉得可能，而且那个毕加索的画一度我觉得哇，这跟幼儿园作品有什么区别？我也能画是吧？这故宫1个亿买他的画，故宫买我可能要不了1个亿。然后对，有一天我在巴塞尔逛画展，那个画展它做了很好的布展，它一个解释，它没有直接说它启示了我，就是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亚洲美少女哈。就是说你正常来看这幅画的时候，或者你正常看一个人或者看一个人的时候，你先看你只能在同一个时间看到正脸，或者我现在绕到王老师边上看到了侧脸。亚维农少女的特征就是她把一个女人的正脸和侧脸画在一幅画上，对吧？也就是说，如果你要看这幅画，你得动，观察者得动。对吧？也就是换句话说，我可不可以理解成他把时间性，他用一个不能展现时间性的东西，画作本身是不能展现时间性的，对吧？很困难。他用一个画作作为空间场景，把时间性给固定住，而且他这个方式迫使你必须得历时来想这个事情，否则这画没有意义。他把这个正面和侧面画在一幅画上，其实就是那个东西怎么能呈现？对毕加索画家来说，对我们观察者来说都是一样的，你必须得历时，你得历时。他当年是对着模特，对吧？历史这样看，再那样看。我们作为观察者也得历史。他在一个空间里面把时间性固定下，非常现代的特征。这个是古代画作没有的，根本就不想，而且是要避免的，而且是要避免。这个就相当于把历史性的东西共识在一幅画里。后来等我想明白这个事情，我就惊讶的发现，拉斐尔也干了同样的事情。那不是特别有名的画是吧？每个学院系都要挂一幅，我办公室也有一幅。那个雅典学派干了一模一样的事，但他干的很不明显，为什么呢？因为你会觉得雅典学派里面出现的人都很正常的人嘛，对吧？这个肌肉条件非常符合这个人体的解剖学，非常好。为什么？拉斐尔是把他认识的所有希腊哲学家画的一幅画了。那些希腊哲学家早到公元前6世纪，晚到那个公元后6世纪，里面还有什么波斯哲学家，还有阿维罗伊，对吧？阿里萨没有，还有阿维罗伊，更早点多种，连阿维罗伊都有。公元11、12世纪了，对吧？那幅画也是，它有一个空间，它把历史性的共识在把历史性的共识在同一个空间里。但这幅画做的不明显，我不觉得拉斐尔有那么先进的想法但是对于毕加索，在我看来，确确实实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海德格尔之后的现代精神。对 ，OK，我有时间到了吗？对，好，很好，好，对。感谢。新鲜的这样现代精神，现代的现代史，现代。但是呢，就是这个，因为正好跟我自己最近研究的一些东西是相关的。因为比如我最近在看卡希尔嘛，然后卡希尔他也是非常强调这个关系优先。当然呢，他是从那个数理逻辑，就是当代的这个数理逻辑，就是对词逻辑对主谓逻辑的这样一个范式转换当中的，他会认为传统的主谓逻辑它背后是一个实体属性的形而上学模式，
但是呢，现代逻辑就是数理逻辑，它是一个函项逻辑嘛，它是一个函数逻辑。那这样一种函数逻辑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关系优先于关系项，所以它在形而上学就没有了实体属性的这样一个预设，就是它是形而上学中立的。它就有很多思想是根据这样一个现代逻辑对传统逻辑的转化来强调这一点的。但是很有趣的是，就是说我们能够看到整个这样一个20世纪以来的这样一个更为现代的精神所开出来的这样一种过程优先的，甚至把海，对吧？他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论的这样一个专家，我们都能够看到这样一种过程和关系优先于传统的实体的这样一种认识的，它是普遍发生在很多领域的，不管是在逻辑学的领域，还是在那个绘画的领域，还是在那个甚至在欧陆哲学的领域，对吧？它都有。但是呢，它也会造成很多实际理解的差异。比如说欧陆的这样一种对过程、对存在、对那个关系的理解，跟那个分析哲学，他们也反对传统的那样一种实体的那个对关系优先的理解，就有很大的不同。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当然不是跟我们今天这个讲座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我就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我就不再用时间了，因为我们今天还有非常多的评议老师，那下面我们就优先，要不然就从寇老师你开始，海报上的。好，一个非常感谢刘星老师带来的这样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经典问题，然后带着一个非常深入的这样一个哲学史的视野啊，我觉得带来一个非常精彩的这个报告，个人收获也很大。因为时间关系，我可能讲的不能太多。我首先就是我觉得梳理一下，刘星老师他借助于这个海德格尔的这个视角。就是我觉得把这个真正在这样一个太阳那边看这个真或者说真假关系，或者说怎么理解真与假的这样一个产生的根本性的原因，他做了一个梳理，对吧？就是海德格尔真正的这个贡献的梳理。呃，那我的这样一个收获就是说，这个最重要的海德格尔做了一个工作，就是他真正的解释了他的篇里面讲的这个结论，就是说，假产生的这个原因是感觉与事物这个结合，然后海德格尔所做的这个工作呢，就是他强调了这样一个判断活动，对吧？本身的对象是二，就是只有以这个为基础，才能够来谈真和假，对不对？所以这一点确实是海德格尔特别重要的一个贡献。然后我是想顺着这一点，进一步来说，我认为海德格尔他自己就是后面思想的发展，就是可不可以回到那个图，就是那个就画那个表，对，那个画那个表那个图，对对对。就是海德格尔后来他进一步也发展说，这个其实这个假或者真和假，它不是好像是两个世界的符合，对吧？就是说一个可见的这个对象和这样一个真的那个世界的符合，就叫真；不符合就叫假，就是不是两个世界的关系，而是这个就是你后面所说这个 Gx 和这个 Vx，对吧？G 就是一个 Gegenwärtig，后面就是 Vergegenwärtigen，这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和对象打交道的方式的关系。所以他把我们传统的这个就是古典一点的两个世界的关系，就转变为了两种不同的和对象打交道的方式的这个关系。其实这一点呢，我觉得这个康德也很重要。待会我觉得可能上也很关系，因为康德在存理论里说的非常的清楚，就是这个假这个 shine 产生这个条件，也不是单纯的直观，单纯的直观是没有假的，对吧？这个单纯的思维也没有假的，就假就产生在这样一个判断。但是康德的这个判断就是直观和概念的连接，实际上这个没有本质的区分。但是我觉得这个海德格尔特别重要一点就是，就从这个图来看，就这个图，我们先看到一个 x，然后在一个是当下化的一个方式，我可能把 x 当成 x，也可能把 x 当成 y，对吧？当成 x，
或者说在这样一个后面的那个当做 x 这个活动中，如果是 x 那就是真，如果不是 x 就是假。但是我觉得这其实是海德格尔只是对于这个泰亚泰德他的这个真假结构的分析，其实不是他真正想说的。我认为海德格尔做这个结构分析，他真正想说的话，我觉得就是你在这个文本里面没有引，但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之中第44节还专门讲了这个真这个问题。他是想说什么？他是想说，就是如果传统哲学探讨的这个真和假的问题是我所分析这个结构的话，那么我们得出什么结论呢？这个结论就是更原始真，就是说这个模型它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 x 被我根本意义上看到，就他说的非常明确，就是这样一种下判断的真和假，它的前提是 x 它自身显示出来。对吧？就是 X 在这样一种当下化的活动中自身显示出来，这个是所有的判断的真和假的基础。就这个是更原初的这个真，而这更原初这个真，它就不一定是以一个命题化的方式展现出来的，对吧？它在存在先说的非常清楚，就是说这样一种我首先看这个桌子，对吧？这就是一种机械性的活动，这是一种在海德格尔的现在学的语言，这是一种直观的活动，对吧？在一种直观的活动，实际上是所有判断性的这个命题性的这个真和假的一个基础。在存在于时间之中，这个语言实际上就把它称之为一种揭示活动，就在一种揭示活动，或者说这个物的这个对象的一种被揭示性，这个意义上的一个原初的去力或者说一个原初的被揭示，是海德格尔真正要进一步去走的这个动作这个就是他推进了对这样一个这个真的这样一个理解我觉得这是一个后面海德格尔这个意图的，我想说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然后我想进一步就是沿着你说这个蜡块的这个比喻，对，其实这个确实是海德格尔非常强调的。然后我想说一下，海德格尔他真正想就是这个蜡块这个他想说什么呢？其实我觉得他主要还是批判这个就近代主体性哲学的这个理解，因为这个蜡块就柏拉图本来意思就是说我们灵魂中有这个馈赠，对吧？有这样一个记忆女神的馈赠，然后我们接受在外部的刺激就留下这个印记，就留下了知识。那么这个理解呢，被一种近代主义哲学，就是后面比如说典型的一个我们的心灵接受这个外部的刺激型的知识，对吧？所以这样一个蜡块呢，就被等同了一种意识容器，就是人的一种意识容器。那海德格尔是坚决反对这个的。为什么反对呢？就是海德格尔是想说，这样一个蜡块，柏拉图原初的意识，不是指的一种封闭的心灵。而是就是说，好像这个封闭的心灵能够接受外部的刺激，而是什么呢？而是说，这个灵魂它所说的这个蜡像，实际上是一个敞开的领域。这个敞开的领域它本身不是封闭的，是开放的，是存在着留在我们人打交道过程当中的印记。它不是一个封闭的心灵就是设计，而是存在和人本身就是在一起的。所以这个里面明显能够看到这个它一种现象学的，就是你后面所说的这个关联关系，对吧？就是现象学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这样一种意向性结构，就是人与存在者不是一种主客分离的一种状态，而是一种原初的一种关联或者一种共在的这样一种状态，这种状态留下来一起的印记，相互作用的这个印记或者这种关联的印记，就是柏拉图的蜡像。这个学说所要说的真实的含义。所以这个海德格尔借助于这样一个真和假或者说蜡像这个里面，它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批评近代的这样一种主体哲学割裂的这样一个人与存在者的这样一个观念，对吧？这是我想补充很说明的两点。然后我后面想提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海德格尔他借助于这样一个真的这样一个原始真的这样一种去力活动，他其实我觉得或者说他完全不同于一般的就是你所坚持这个柏拉图的理念的这样一条道路，对吧？
你那个表里面也说出来，就是说海德格他会认为这个本质，就或者说这个与本质这个真与这个存在者是不分的，就是说这个 eidos 和存在者它不是两个世界，而就是一个世界的一个运作。我觉得这个点确实也是非常重要，就是说海德格他这个解读不仅批判主体性哲学，他也批判古典的这样一种柏拉图的解释，他也不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或者说他要回到古希腊，他也同时也反对这样一种回到古典的这个理念论，所以他也反对，他不仅反对主体客体的割裂，他也反对存在者与真的割裂，对吧？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维度。那么我真的想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后来进一步对这个蜡像这个解释，他要追问这个假的来源的时候，因为他反对这样一种主体性解释，所以呢，这个他也会认为这个假就不是一种主体的错误，或者说是因为主体看错了，对吧？是因为或者说主体只要谨慎一点就可以避免，所以他会认为这样一个遮蔽，这样一个假，其实是蜡像神内部的，就不是人的错误导致。这个假与这个原始真，它并不是对立面，它并不冲突，对吧？所以这样一个遮蔽其实也是真的原始的去蔽活动这个真的一个本质性的维度，一个结构。这个假并不是消极的，或者说某种意义上这个假是本性的。那么海德格后来他在这个就是包括第34卷前面关于真正的解读，包括这个，因为有了这个结论呢，他就改变了很多的哲学史理，尤其是我们后面要读的这个洞穴的解释。那么他就会说，这个真它不是一种纯粹的光明，对吧？这个真本身就是一个真和假双重的一个对立的这样一个不断遮蔽与区别的这样一个游戏的活动。所以他后面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传统理解的这个意见，这个 doxa，它不是消极的，它恰恰就是人的本身的规律。所以人就是人的生存领域不是这个要走出洞穴，而是后面类似于这个阿伦特把这真正的发挥出来的，就是人就是一种政治性动物，对吧？政治性动物一定是不是绝对的光明的。一定是对对对，回到洞穴。所以我想这个问题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不是很确定，因为沿着如果我们承认海德格这个整个这个言下这个解释都是正确的话，那么必定就改变了这个就是就是从巴门尼德开始的三条道路，就巴门尼德说三条道路，那哲学应该走的是真的道路，对吧？那按照海德格这个理解，实际上人的道路就是一见之路。对吧？就不是虚无之路，也不是这个完全的这个真之路，而是意见之路了。我不知道这个就是这样一个结论，就是你是不是同意海德格的这样一个就是说这么一个激进一点的这个解释啊？他现在在尤其巴门尼德啊、柏拉图的这个研究领域被接受到一种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谢那个范老师的点评啊，其实说了很多问题，我其实还觉得特别好，而且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对，是这样的，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当他去解释希腊这个文本的时候，这个阿格纳有点像，就当他去解释亚里士多德十二上流的时候，他虽然在建构自己的神学吧，但他也不偏离文本太远，就是这个也是这样，就我想表达的是他解释他看的这个时候，都知道理论基础完全不同，对吧？但是他在这儿用真假的时候，他还是往佛上凑一点。而且尤其是真这个问题，就是他跟我个人觉得虽然他在自己我是依赖他的文本，他说，哎，我探讨这个解闭的时候，我用动域，对吧？我分析动域，他在跟第二定义讲假的可能性，对不对？那我来解释这个真的反面假，对吧？这个，但是事实上啊，就像您肯定也会感受到，他这个地方讲的真假，他真的真假，尤其这个真跟那个动域的真不是一个层面的，动域那个真层级要更高一点。而且我觉得，就他解释动力那个真跟存在时间44节那个是有关系的，跟这儿好像关系不大。为什么？你看那个论真理的本质，还有那个柏拉图理学说在路标里面的，他谈到真的时候，他说的是形而上的本质，人的本质。我不想把它翻译成人道主义啊，我觉得马蒂斯翻人道叫人本主义，就是我对人的一个定义，对吧？我有什么样的形而上学，我才对人有什么样的定义。
他的动力的主题是啥？他解释完动力在路标里面说是自由，对吧？就跟这儿是没啥关系，那个真的蔓延更大，我个人觉得级别更高。而且我很想请教一下我个人的感觉，本来想在那个会上讨论，现在提前讨论一下，我都感觉那个地方谈的那个解释动力的那个真跟存在之间是有关系的，它是一种视域的敞开，存在发生不是我们说，哎呀，我看到他和当苏拉里，这太 low 了，这根本不是海德堡说的存在敞开，存在敞开是说我们在一个，我就是对他来说，希腊哲学是存在敞开了一次，基督教可能算了一次是吧？可能康德的这个哥白尼革命又存在重新敞开了一次，我在这个基础之上，形而上是重建了，认识是重建了，人的本质重新定义了。他自己可能觉得我开山立祖是吧？我又让存在重新敞开了一次，就是那种视域的敞开，或者说那种存在欲的重新打开，它既叫存在，发生性存在，动词也叫。我觉得那个是他在这儿，我觉得这个地方的真假，他为了迁就文本，这肯定不是海德尔本意。他为了迁就他往柏拉图往上凑，这个真和假是比较低层的例子，来来回回都是那几个例子，对吧？但是那个地方的真，如果理解成视域的敞开的话，就比如说他在解释动力的时候说了一句，我认为特别，我自己就我们天天读那段话，我对动力特别熟，但是我都没有意识到，也就是说，如果你一直在动力，你看到这个墙上的影像，你会真正认为那是存在，真实的存在，一辈子不出来就俗土了。就是什么时候你认为那个沙尘是假的时候，回来那个人才认为它是假。也就是说，你只有视域改变，你在一个更高级层面，就或者不想用柏拉图的高级低级是吧？就是这个动外动内理念经验，他不想用。但是你可以说，如果你经历了存在真正的敞开之后，你真的重新被照亮了一次之后，你回来才能判断那些影像是假。否则的话，那些被捆住的人在里面不可能是存在假，他们就认为那是真正的存在的。这个我用这个事情来解释这个存在之间，因为44节的位置特别特别，刚好在那个存在的分论分析和它那个时间性的中间，对吧？在我看来，就是他把这个 Zauber 的结构和时间性说同一个事说两遍，就是说我们此在日常层面就是操心是吧？各种各样操心，有3个结构是吧？我具体给忘了，我没有带我的教义，我给忘了。就它整个，它是说我们在日常的层面，有一些 facilitate， 有一些现实性，有一些被抛是吧？还有一些规划。它经过44节这个真理过渡，就在我看来是视域转换出动了是吧？它同一个事你又说了一遍，你这个东西也不能完全叫假，因为如果我们人不在就不在本真生活状态下，你这辈子不做决断的时候，你就认为你这个糟的结构就是真实的世界，多少常人就是这样活了一辈子，对吧？但是海德格尔通过这个真理问题，就是我视域改变了，我重新打开一个新的环层，这个是什么？就是有死性的。当你此在有一天意识到有死性的时候，你才知道，哦，你每天操心，你这种行为是现在属性，你那种行为是过去属性，这种行为是未来。但是我们真正应该承认是未来。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您说那个文本确实是连着的，但是跟这个泰雅海德啊，他们这个视域不太一样，就这个还是前景文本，还是就是它多多少少有点，我觉得确实不是它的最核心的意思，但是它多多少少有点想为它的一个立论证明，就是这个所说真理有现象，但是这个的真和假，包括真号，都不是这个海德堡真正想说。我不知道您认不认同这个啊，我的感觉。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可能跟尹老师研究有一点关系，就是我在做这个事情，您刚刚说的是，犯错是吧？是可能对的，而且在海德堡这儿，我觉得真和假、对和错，不管现象层面、逻辑层面，没有优劣。这个不是说真特别好是吧？假不好，它就是发生嘛，是吧？但是它为啥我们日常会觉得有优劣？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因为我原来上一个通识课，就讲笛卡尔的第一人陈思路，我特别困惑一个事情，就是这个第五陈思，笛卡尔竟然说了一个，让我觉得特别奇怪的话，他说第五陈思讲真假问题，他说真是属于神的，假是人的问题。他把真假用神正论的方式解释真假，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方式解释善是很正常，这个奥古斯丁典型的嘛，对吧？这个恶是善的缺乏，恶人有原罪，对吧？根据圣经传统，善是神的，对不对？就我第一次看到笛卡尔讲想法的时候，我觉得好奇怪。我后来我的结论可以跟在座的中世纪专家探讨一下。笛卡尔在说这个真假论上还是真的是中世纪传统。就那本书，那个第一折神思路也很神奇。他和苏亚雷斯是一个时代的人，是吧？他俩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苏亚雷斯就感觉是中世纪最后一个人，笛卡尔感觉是近代开端，但是他俩是同时代人。那个书开篇说，我就讨论2个问题：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哎，这是不是一本经验哲学应该讨论的主题？但是我们都把它当近代文学的开端来看，是吧？
Anyway，但是他解释真假问题的时候，笛卡尔我觉得还是非常强的中世纪背景。也就是说，真这个问题，真善美，昨天我们谈的那个上帝的几个属性都是神的，都是神的本质。人就算有，人是偶尔能够干真事儿的，人是偶尔能成真的，那是因为上帝给了你恩典，是吧？我们人或者说有阿菲大数，我们非有了神的某一些真的属性，人犯错是很正常的，对吧？但是海德格尔他让我可能给你理解有点，就我们的侧重不一样。我觉得海德格尔点就是跟笛卡尔相比，跟中世纪经验相比，他说这人也是可以成真的，对吧？刚才那个动物的更广大了，这个都是我人是可以成真的，我可以解密的，这不是神的工作。所以他不仅是把希腊哲学那两个柏拉图两个世界给没了，谁也不用出现了，其实啊，是吧？这都不需要出现，他真的很现代，这些都不用了。但是呢，他又经常他经常去分析古代的文本、中世纪的文本，让你觉得他好像很疼痛。我觉得他还是他把这个真和假都落人身上。哦，它跟中世纪比，就是中世纪不允许人有这个真的是哦，然后那个，而且假在中世纪还是在希腊哲学都是不好的。对海德格尔来说，就是发生了，对不对？那有可能发生解密的情况，有可能发生去弊的情况，是吧？可能错这是很正常。所以你刚刚最后的一个问题啊，我说实在话，怎么说呢？就是他们整个西方传统从来没有抛弃过巴门尼德，在什么意义上？就是在普遍性。就巴门尼德说存在，非存在不存在的时候，经过柏拉图，经过普罗丁，他把这个存在等同于啥？他说存在是一写不动，是吧？这句话要 make sense，只有一种解释，我觉得普罗丁解释最合理，其他不 make sense。我们的经验世界咋样都是多写动的，对不对？你设立一个理念世界，柏拉图理念人多，对吧？这个存在是一写不动，我只能把它按照普罗丁的方式，就是整个这个精神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你把它叫理念世界、精神世界这个非物质性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它是一，对吧？就是后面的哲学家从柏拉图开始，大家都走在巴门尼德路上，只不过柏拉图说我承认这个理念空间是一，但是我在里面给你找多，对吧？他在这个意义上拯救现象，不是亚里士多更彻底，我承认经验世界的价值，我在经验世界再找多，但是所有的人，巴门尼德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他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有一个世界是只能靠思维、靠理性能把握的，存在是一写不动，他要 make sense，你当然可以说他不 make sense，他不 make sense 就不说啥了。他但凡这句话有意义，这个东西只能靠思维把握。经验世界不是一，不是不运动，是吧？经验世界明明是又多又运动，也就是说，它开辟了一个新的存在域，而这个存在域就是西方哲学的工作领域，就是整个没有人不承认普遍性，没有人不承认共相，真的就是它有没有实在性，对吧？就越往现代越不承认实在性，仅此而已，是不是？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海德格尔也是，他说形式显示佛巴兰塞，我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就海德格尔这个哲学哈。他最后坚持的哲学性就是他形式显示了，形式显示就是普遍性的最后坚持，对吧？我分析的对象是向来我属性，我分析的是个体的存在，但是我给你结构性分析，我不是要分析赫念的一生，是吧？我分析刘歆的一生，这是小说，对吧？这是小说，余华那个活着那是小说，它是用结构性呈现所有的个体性，但是他会说这个结构落在你身上，落在我身上，有此性不是说我有个有此性的理念，是吧？我们分有此性的理念，不是的，我觉得他的普遍性最后的坚持就在结构上了。那你说新疆的分析哲学、欣赏学，海德格尔，我觉得胡塞尔印象力也是结构性分析，对吧？就他们的坚持在结构上，分析哲学落在语言分析上，他们都不承认实体性，对吧？你这些概念也好，你这些什么由此性上普遍的东西没有实体性，但是你得是普遍，这个东西都是在巴门尼德的道路上，我觉得没有人能，就这是西方哲学的底色，或者说哲学的底色。为什么他们觉得中国没哲学？你这个我今天看到一个人，我跟他谈两句禅宗。是吧？而且他要强调这个叫什么？这个对象不一样，谈的东西不一样，是吧？而且要做成西方开谈，我要当场激发，这确实不叫哲学，按照西方传统，各对各的说，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他没有放弃巴门尼德、海德格尔。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看他研究前苏，他就关注两个人，赫拉克利特，就是他在这个静和动之间，就是他真的是个中道，就是我要坚持这个普遍性、结构分析，我要坚持这个解闭，是吧？这个遮蔽也有啊。因为很简单，我分析了，但是分析这样子很简单，你特别强调解闭，对吧？解闭定有个对象，它得先闭呀，对不对？它不闭你写啥呀？如果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敞开的，那还所以海德格尔老喜欢引赫拉克利特那句话，自然喜欢隐藏自身，是吧？他要是本自己不是隐藏自身，我们都不用解闭了，他就是隐藏自身，而且我经常上课跟学生举个例子，我不知道外延放大能举出什么更好的例子，我的感觉就是说。这个解闭的过程，刚刚您说的这个遮蔽和解闭像个游戏是吧？海德格尔的话是斗争，看甚至是个斗争。
这是如果放在个人身上，他一生的斗争。比如说我们去学一个东西，我经常跟他们说，你们不能相信我，我给你解决的同时在遮蔽你，就是的。哪怕我非常负责，哪怕我比如说我现在我觉得我还了解很多，但是我就了解到这个程度了，我在给你解决的同时建立这个新的东西，对吧？也就是说你自己得想办法再去解密，这个是反反复复的过程。我们读的任何的书，我们接受的老师的教育，我们跟人谈话，你在被解密的同时也遮蔽了，对吧？我跟勇士谈个八卦，我给他解密的同时也遮蔽了，让他对这个人有了一个先入之见，真的是这样的，对吧？这个哎，我觉得谢小学特别好，就是他当场能举出来例子。我的研究领域就是柏拉图举不出来例子，反经验的，就是你举了还不如不举。对，我不知道这个回应。谢谢。我对那个存在人间44节的理解没有太深，我的感觉就是他同时可以说两遍啊。是。好，那我们抓紧时间下面的这个感谢勇士老师的这个邀请，因为这个我觉得这种形式非常好，不是说单纯是讲座，因为刘老师这个报告相当于是说把一个我们这个哲学里面最根本的深层的一个超时空的永恒问题，比如说关于知识、关于真理的问题，我们放到不同的传统来去看，对吧？尤其是我们在座的可能来各种背景的老师，可能他本来就涉及到各个传统。我是做中世纪哲学，我也做分析哲学，然后睿智做这个还做点科学哲学，然后做阿拉伯哲学，勇士老师做近代哲学和德国哲学，然后亨利老师美学和现象学的，也包括陈刚老师也来了，对。然后我们其实我们是处于不同的领域，尽管是不同的传统吧，可能有一些术语的门槛，不是说直接交流起来那么顺畅，但是大家共享相同的问题领域，所以我觉得应该多创造这样的机会啊，然后大家对就是无论是你捍卫某个传统还是怎么样，我们就是针对一个具体的问题或者一个深层的问题，我们把它讲透，对吧？谈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形式。然后我呢，今天就是。可能勇士老师请我，可能主要是因为我跟刘星老师比较熟悉嘛。但是我觉得有另外一个机缘，就是我硕士论文就是做该帖问题的，就是这个知识定义的问题。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症候，就是围绕它为什么这个该帖在这里面就是伪造了一个所谓的传统啊，因为这个无论是做古希腊还是做整个哲学史的，还是做分析哲学的，都会觉得。伪造了一个传统，但是呢，我们又在柏拉图里面能看到，哎，这几个要素出现了。然后呢，同时呢，盖提尔他用特别的方式给了一种分析哲学的一种命定了一种讨论的方式。这个问题它整体构成了一个症候，是我们去解析不同传统之间的对于最深层问题的差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契机，我觉得。那么我就首先从这个盖提尔写那篇文章，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我们能挖掘什么东西啊？怎么在这里面可以把海德格尔等等一些问题引入进来？首先呢，盖提尔那篇文章呢非常短小啊，短小竟然就3页。然后呢，对，主要他其实也不是，他说白了，他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学者，只能这么说。对，可能还是中学老师吧，大概是。然后那篇文章很小，很简单。然后他一开始说，哎，我们这个有个知识的定义。而知识定义呢，我们通常认为啊，他直接追溯，他说这个柏拉图，然后我们传统上面都认为是有这样的知识定义。但是呢，其实它实际上呢，原来的最初的表达，或者说这个原文的表达，它郑重说的是齐硕姆和艾耶尔在正文里面说啊，他们有这样的知识定义，然后在注里面说，哦，这是从柏拉图的泰泰德和美诺篇里面就是归结出来的。然后至此好像是有一个传统，后来1992年普兰廷加说这个是一个 planted tradition， 就是被以植入的传统，对吧？那这个事情就很有趣。如果我们不考虑说泰的边最后是开放性的结局，没有停留在那3个要素，但至少他提到了，好像似乎是跟这个能有所对应的3个要素。那为什么后面没有去沿着这种方式讨论知识的定义？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就是在西方哲学史上面，我们至少没有太看到亚里说的说我们知识的定义啊，是不是从柏拉图的这个什么这3个要素讨论，后面也没有，对吧？那我觉得。首先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那种经典的数家总差式的方式来定义，我们发现知识是什么？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对吧？你说知识是信念，还是知识是判断？那判断是什么？它往10范畴归到哪儿，对吧？这首先是一个问题。中世纪呢，
会有一些比如 scientia 就 science 那个词，如果我们把这个当成是知识的话，那么它可能会对应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里面举的就是它是习性，就是可以往性质那个地方归。对，然后还有我的硕士论文最重要就是我认为它应该核心从关系出发，对，应该从关系出发，对，也就是说你会发现把它当成，尤其是你刚才举的例子说是个知识是海德格尔把它理解为什么真判断或者怎么样，那你要说它是个判断，那判断是什么东西？这又是一个问题，对吧？你把它归为活动，还是说把它理解为判断？所落实出的那种命题啊，或者是陈述，这都是不同的这个范畴的归结。所以这个问题不被讨论，大家可能放在灵魂论啊什么这个哲学里面讨论认知机制，这个当然有很多。但是你去讨论知识的定义，这个似乎的确是一个很现代的那个问题，甚至是不一定是近代的那个，因为在那个分析哲学里面，其实他们讨论知识论，他们有两个词，一个是 epistemology。epistemology 呢，当然是从那个知识这个古希腊词源来的。它还有一个是 theories of knowledge，关于知识的理论。然后这个呢，他们这个关于这个现在所说的知识论，他们讨论的不是这个认知过程、灵魂这个内部的，它是讨论的是知识的各种要素之间的逻辑关联。所以它更接近是关于知识的理论，对吧？关于知识理论。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其实把那个知识产生的这样一个机制给它去掉了啊，他们认为我们可以独立于知识产生的机制来讨论知识的各个要素之间的逻辑关联，所以这是我说这个所谓该体尔问题给分析哲学设定的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呢是，它其实在根据它的那个定义啊，因为该体尔给知识下定义的方式不是我们所说的 justified to believe， 这个是后面比如普兰廷加归结出来的，我们叫 JTB account、JTB 理论，对吧？然后我们觉得好像很像，对吧？又提到这三个要素，但问题他们有个很巨大的区别，就是，该体尔下定义的方式是我们叫分析的方式，或者叫这个分析哲学特有的那种方式，是通过等价命题的方式。它直接的表达是说，我定义的其实不是，它不是说定义 knowledge 是什么东西，它是 S 一个主体 knows that P 知道 P 这样一个，你管它是命题还是事态，我定义的是这个事态，然后它当且仅当，对吧？这就是分析哲学经常用的那个，对吧 ？if and only if 当且仅当以下三个命题成立，三个是成立，第一个是 P 为真，第二个是 S 相信 P，第三个是 S 就 justified 那个 belief， 就是被你无论说是有理由的，还是说有证成的，还是不管怎么样，对吧？相信 P， 我们不管这个真到底什么意思，有理由什么意思，这个定义和那种 justified to believe 这个定义有根本的区别。后面那个JTB justified to believe 是个比较经典的数加总查式的定义。数加总查式的定义特点在于它给出了它最根本的范畴是什么，就是我可以说它是什么，对吧？真是一种信念。你甭管信念是什么，但是你通过这种等价命题，你能说知是什么东西吗？他只能说我知道 P， 那就可以推出我相信 P。但是你能据此说知识是一种信念吗？在它的范畴意义上，在它的那个就是存在方式意义上，你没有办法说。所以分析哲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你说它问题也好，也是推进也好，它改造了我们对定义本身的方式的理解。然后这就使得某种意义上，在我看来是很负面的现象，就是它触及不到最内核的存在方式的问题。因为我觉得讨论一个东西，对吧？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它最后落脚点是你到底怎么存在，对吧？你无论对他想规避这个事情，也许一开始的，比如弗雷格的时候，他是有意识的，他规避的，比如他厌恶那种方式，别人那种方式，但后面人就是我就遵循这个模式，好像挺 OK 的，但这个方式最后他会没办法，他只能依赖一些直觉性命题，就是我们说这个挡箭牌，对吧？直觉性知识，然后所以我说我比较赞同现象学的一些批判，就是它不是严格的，尽管分析哲学总觉得自己很精细，但是不严格，因为最根本的东西触及不到。对吧？这到底怎么存在？你说我们说 justify to believe，我们至少可以说它是信念，对吧？这是一种模式，对吧？所以我说这个定义的问题比较重要。另外一个，该提尔给出这个知识定义的方式，它实际上
在我们讨论知识问题中非常核心的一个环节给取消掉了，就是对象没有，因为他说 a given proposition knowing a given proposition 就是被给予的命题我知道它，那知识的对象是命题吗？这和我们这个经典语境中不一样，对吧？我们问的是这个事物，还是说我们不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命题真假或者真命题，对吧？我们是某种意义上我们去认识一个事物的时候，我们用真命题来表达我们关于它的知识，但是在它这种结构中，命题本身成为了被认知的对象。后面的很多讨论都是有这个问题遗留的结果，然后他们会有一些打一些补丁，对吧？我们区分好几种知识 ，know how。know that 什么 know what 就是我 know essence 就是我知道它的本质，好像知道本质是那种那个什么知道像我们传统那种啊，知道它的什么属加正它这种本质。但是你切分出这几个层次之后啊，它们之间内在的联系又被你切断了，有可能是什么？尤其是我的一个基本理解，就是经典的理解是我认识这个物的时候，我把它理解为一个什么命题。这个命题是一个认知的产物，它不是认知的对象啊，这个是有区别的。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面，它天然的遮蔽了对象和这个我们这个命题之间的某种关系，被遮蔽了。但是我觉得，尤其是听今天这个刘老师的讲座，这个问题非常关键，非常关键。尤其是因为我之前也看海德格尔的那个关于真理的讨论，海德格尔其实提过一个对于符合论来说非常核心的问题，但是符合论经典的那个什么 corresponding 理论不怎么涉及的。经典 corresponding 理论就是符合论的难题，主要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说符合论的那些要素、命题、事实到底是存在论地位是什么样子，对吧？还有一个是符合关系的标准是什么？但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建立这个一个东西和另外一个对象之间的，就是我可以叫对象关系问题，就是我们凭什么让某一个命题和另外一个事态符合？这个关系怎么建立的？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分析者也会觉得这个不是那个就是说不言自明的嘛，对吧？就是那个 T 模式，对吧？塔尔斯基说的，哎，雪是白的这个命题和这个语句就是应该用雪是白的这个事态来证成啊。我说凭什么？你在这里面一定我为什么不能用火是红的来证成？你会觉得很荒谬，跟火是红的有什么关系？但你想过没有？如果你认为它是可以用雪是白的来证成的话，就所谓的某种事态，你其实预设了某种本质结构，就是说这个结构就是一个它可以化身为一个命题，然后事态或者一个语句，它是被所有这些东西共享的一个共同的结构。然后呢，共同的结构的关系是已经被预设了。我们分析哲学的符合论只是去探究这个雪是白的这个已经确立好跟雪是白这个命题有这个符合对应关系的这个事态是不是被经验证成，就是它是不是个事实，从事态是不是变成事实。但问题关键就在于这个对象关系怎么建立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引入这个维度，那可以把一个就是说我怎么把一个对象解闭啊这个空间打开。对，所以我说有的时候我们去看这个分析哲学，我们需要把它当成是一个病症，就是一个症候，对吧？用这个南大这个马哲学派的常用的症候，就是它这个现象，然后我们去研究它的一些边缘地带，就是这个定义怎么给出来的。我们不是顺着它做，我觉得能做出很多这个突破性的进展。然后最有趣的是，其实我今天指出的一些问题啊，尤其是还有一个我没指出，就是他分析哲学现在他主流的还是把这个知识信念啊相信当成是一种 propositional attitude， 叫命题态度。命题态度就是我关于某个命题的某种态度。这个和传统的那种什么我通过一个认知活动产生一个产物这样一种机制性理解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他们因为这个比较好做逻辑处理，所以他们是用这种方式。然后近些年一些研究已经逐渐尝试突破这种框架了。然后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分析哲学它的确，你如果把它看成一个整体，它的确是在哲学的内容上面实际上做一个推进，只不过这个速度太慢了。如果它有一些其他哲学的背景，它会一下就看到这样的问题。你的这个定义方式就让你错失了对于那个存在方式的追问，然后错失了一个对象和这个命题之间的一个先天关系的一个追问。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视角去
打开说今天这个报告的一个契机啊。然后我接下来做一个小小的那个追问啊，就是你提到，因为这海德格尔对于柏拉图的解读，当然我对柏拉图的那个简单理解就是感觉和知识的问题。我的简单理解就是这里面相当于说，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知识的对象？应该不是感觉性的那个我们可感的对象，而是可理解的对象。这个也比较贯通于后面的那个，只不过呢，亚里士多德或者是一些亚里士多主义，他会说，在感觉中我们其实它可以产生出对于那个本质性的不变的东西的一个知识，因为这有背后的一个本体论结构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能不能直接是对应海德格尔那个解释？我觉得就是海德格尔这个解释的确是跨度很大，因为他似乎海德格尔给我的感觉就是，尤其是你强调那个什么判断需要两个要素，我觉得比较接近于亚里士多德或者中世纪里面说的，尤其阿奎那讲这个在。第一，就是他讲那个理智有两个 operation 啊，两种运作。第一个运作不涉及到真假，就是我们关于一个东西产生了一个概念，这个不涉及真假。那什么涉及真假呢？是第二个 operation，第二层运作是我们把诸多概念组合或者分离，这个时候会产生真假，对吧？第一个是哪怕当然可能他没有考虑到一些什么色盲什么这种就是感觉机能那个错误的一些那种意义上的错误，但是他总会说这种判断的错误。那这里的确是涉及到需要有两个要素，因为我们要组合嘛或者分开。我初看这海德格尔，我比较我感觉他也说的有点像这个东西，对。但是后面又涉及到这个当下化呀，还有这个遮蔽解蔽，可能是那要引入到那个，就是说中世纪哲学就是这个存在和本质的这个关系的问题。因为在我看来，你讲这个，比如说关系优先于关系项啊，这个我看来可能就是，如果换成阿奎那的托马斯主义的解释，就是它的基于存在先于本质。我不是从这个规定性出发，然后建立起了他们的一个关系，是这个关系，然后给出了这个规定性。这是一个，这就是我接下来的追问，就是这个关系的确先于关系项，但是关系也不是最原初的，最原初的是产生关系的这个给出关系的活动，或者是一个对，或者是行为，就是甚至海德格尔我也看到过这样的说法，就尤其在他讨论那个就是论真理的本质路标里面，论真理的本质里面，他在讨论这个复合关系的时候，他说这个作为对应关系的复合，实则是符合断定的这个符合这种断定的一个伴生的效果。就是我们之所以说血是白的，和这个血是白这个事态有一个符合的关系，是我们先是我们产生这种判断，我们用血是白的这个语句去判断血是白的这个事态或者看到的经验现象，然后我们觉得这个判断是真的，我们才会认为他们有这种对应关系，而不是说反过来。这是一个，然后接下来就是说命题和物之间的那种，这个是海德格尔言哈，就是那种关系符合的关系，乃是原始的。并且向来作为一种行为表现出来，就是首先它是行为，然后这个行为也是被我们理智抽象成一种，因为关系相比于行为还是比较静态，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是可以往那个就是跟这个就是经验哲学啊关联起来。是，这个感觉是有几个问题啊，都很敏感，就是在你说的过程中，我突然遇到一个问题，就比如说，还是把你解释上说的。是，但是他解释，亚里士多德文本量特别小，没啥好说的。他是大家都知道，海德格尔在很多地方更追随亚里士多德多一点。但在这个真理问题上，为什么？尤其在他的解释了3次，上了3次课，就是因为柏拉图，我自己构造出来的结构交叉结构，完全能解释柏拉图的真假问题，对吧？海德格尔为什么要画成那个样子？他把这个灵魂提得特别高，当然他把灵魂转成存在，对吧？柏拉图是提到灵魂了，感觉活动、认识活动，但是柏拉图没那么强调。我可以在不谈灵魂的情况下把它重构出来，但是海德格尔特别强调灵魂，就你说的这个东西发生是吧？它这个主体，它不是自然发生的，它不是个自然现象。其实真假这个问题，就是你看动域也是类似，它得有个人跑出去，是吧？那个视域的敞开就是跑出去那个人把它打开的，自由啊，全部上网了是吧？就是它确确实实是这样，就是尤其在早期，我们他越到晚期，他会觉得他会强调这个词在自己打开了。虽然我真的看不懂，但是他早期他一定得有一个搭载它的作用。哦，你这个视域的敞开上升也好，重新解闭也好，就你说的过程前面还得有个主动作用者。而且我个人觉得就是那个师兄徐总他们那个基督教新教强调基督论是吧？也是这个路径。
就是他们强调三位一体那个关系怎么发生的是吧？强调耶稣基督，就传统来说并不强调这一点啊，就是说你这个关系确实有些关系像，但是你关系要发生还得有个东西更原始、更原初，也是强调动态是吧？过程性，我觉得这确实就是很现代。就是海德格尔这个地方，他有一个地方揭示了，在我看来就很多希腊研究者没有看到的东西，但他确实被自己的。他为啥盯着这个文本不放？就是因为这个文本，柏拉图确实也是，你看感觉活动，你得灵魂去感觉吧，是吧？而且他的篇对第一个定义到第二个定义的转的过程中，有一个特别著名的论证，我还忘了讲，就柏拉图是怎么看待灵魂，或者他怎么看待感觉的？这个对海德格尔特别有用。他对感觉的想法跟亚洲主义可是完全不一样。他会说，感觉是什么？感觉是灵魂介入身体器官进行活动。思维是什么？思维是灵魂进入他自己。也就是说，这里的 P 和 K 都归到灵魂上，在柏拉图那确实就可以，确实有文本证据。所以海德格尔特别在意这一点，就是当下化、使当下化都要归到灵魂上。但是我希腊人研究也好，我也好，我们可以不谈这个事情。我真假就是这样一个交叉交就完成了，对吧？但是他谈了之后，你会发现好切近啊，就是更原初了一把，是吧？就比那个动态发生又原初了一把。就你说的，动态发生谁发生？你可以在这儿是子弹，你在神学领域是神，是吧？啊，或者说是要解释三位一体的话，就是耶稣基督，对吧？它的应用特别广，确实是这样。对，是的。然后刚才还有个什么问题？你刚刚说的那个问题，就是海德格尔自己也谈了。我觉得他那个他谈，因为他那几个22、34还是36、37课堂讲稿，不是目标那种形式发表的课堂讲稿，它里面记录了很多他在课堂上带着学生做的思想实验，所谓的思想实验。他问了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他问他的学生，他说：“你们张口闭口谈符合论真理。”海德格尔说：“我就在这个怎么讲？我在这个教室里上课，这句话是真的，对吧？我造了个句子，你们也在上课。可是你想过没想过，这两个东西的可比性在哪？你不停说符合论，它俩为啥能比？我先别说符不符合，这是一个句子，对吧？德文造的句子，那是个事实。你凭什么把这个东西能比过来？而且这种符合论真理啊，我真的很就是这种主谓结构的符合论真理，最标准是亚说的，就是因为它的范畴，就是它区分个别实体和所有的属性10范畴，是吧？然后它在这逻辑层面区分主词和谓词，终极主词和谓词，什么意思？第一实体就是终极主词。那10范畴就是10类类词，对吧？它的存在结构和逻辑结构平行并进，它是类比啊，就比例类比，就是比例类比。为什么我们的主语，我们英文还有德文的主语 subject 是吧？那个第一实体 substance，那个啥，希腊文是一个词儿，会不会看不懂对吧？这个东西为啥能用一个词儿啊？类比概念，类比制造统一概念是吧？就是他们这个个别实体在这个事实中，就是这个桌子支撑了它的颜色，这个支撑作用和主词在句子中的支撑作用是一样的，功能相似，所以能用同一个词。为什么我们今天不接受？就是因为其他的哲学其他的文化背景、哲学背景，它不接受这个类比结构了，它自然不接受这个类比概念，对吧？比如说我经常举那个山的脚和刘星的这个桌子腿和刘星的腿。为什么这个类比概念在所有的语言文化中都能用？因为所有的文化都接受这个类比，就是它不是运动功能，它的支撑功能是一样的，对吧？或者我说狮子王也是类比，它虽然只有一个词儿，狮子在狮群中或者动物世界的地位和国王在城邦中的地位一样，你把它翻译成任何语言都成立的，它和动画片儿，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文化也好，都不用到哲学层面，文化也好，它只要接受这个类比，这个类比概念就能用。为啥这个亚说这个从拉丁开始就开始不同的翻译了，是吧？主词和那个个别实体就不是一个词了，为什么不接受这个类比的呀？是吧？所以说就在亚什这里，这个符合论是这样解释的，柏拉图那其实不是啊，柏拉图是归在灵魂上啊，就他们全都叫符合论的时候，它符合的原因也不一样啊。而且你肯定很熟，就是那个阿奎那这个符合论真理表达跟亚说很像哈，这个是 vis 和 intellect 符合，那个的符合在神，对吧？它既不在结构相似，它就算结构相似也是神造结构相似，哎，它肯定要往回推的。但是符合论真理，我想补充一点，尤其是提到这个阿根廷，因为之前我在北大的时候跟那个吴天岳，我们读这个安瑟伦的那个《De Veritate》，就是论真理，那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想法，就是我作为托马斯研究者，我会比较能接受的一个理解，就是这个符合真理啊，你可以认为是它对的符合论真理，但是它不是一个没有 grounding 的东西，它有前提，它前提是一个就是说。你说安瑟伦，对，不是安瑟伦所理解的符合论，对，他会认为这个东西是可以成立的，对吧？就是比如说血是白的和血，这个是可以成立，但是它为什么成立？它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东西，它是因为它背后有一个这个目的论结构，
是这个认知者首先想要用血是白的这个表达去作为血是白这个事态的认知。他如果没有建立这种意向性关系的话，我们就不应该要求我们用血是白这个事态去检验血是白这句话对不对？这个对象关系的建立是因为它内在的一个就是说认知行动，它首先建立了一种意向性的关系，然后我们才有这个意向性到底意向能不能充实，能不能满足，能不能合目的，就是说白了用这个合目的性来解释真。对对对，然后有一些托马斯主义者也是这么解释托马斯的，就是他就是因为无论如何存在是最优先的，你要把它扣合到存在，因为你这个存在就是这个行动，然后抛出了一种意向，然后再充实，再把这个意向跟上，这存在有这样的结构，就是动态的那个意义上的活动的存在。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符合论它可以作为一种用更原初的那种什么。对吧？就是这不能叫伦理学吧，行动哲学啊，就这种框架来去为它奠基。所以说他有其实在给他找奠基，但是我想说，在传统来说，咱们都是奠基也不一样，因为哲学背景不一样。你这套范畴就是说，柏拉图不接受啊，对吧？那个阿奎那要超越他是吧？人家这也是范畴学说，就是他们都叫复合论，其实理论奠基是不一样。对啊，就真正符合论真理，亚里士多德意义上在范畴篇对吧？啊，根本不在狭上。线上或线下同学想问问题吧，最后有时间我再。不是线上同学问问题。其他老师能问吗？可以。好，那我抓紧时间。我们的那个啥，我们的那个会已经出来了，不知道为什么。哦，那就是到出来了。啊。线上我拿了是门，我不知道是我们在没在。你入会在。我应该从哪看？我昨晚就结束了。没好。啊，这可以把聊天点开。聊天有好几个人。对。我操，有发表文章的同学。广告可以广告。没有。不管了。好，那我先简单的问刘鑫老师几个问题啊，就是非常感谢刘鑫老师今天的这个讲座，然后就是您的这个特别注重结构的这个给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是美学教研室的李寒冰。哎，您好，那个我想我就简单的问一下问题，一个就是一个细节问题，我还想稍微确认一下，您在讲到那个这个在柏拉图的文本中，他会更看重知识的时候，然后说海德格尔对于当下化和使当下化更看重哪个的时候，是更看重使当下，就他更看重现实，我真的看见你了。然后呢，我可以想象是什么？说这样的话，我就造一个真现象，把你当成你。我想象力其他一个人，跟你穿的很像，我不要把那个人放到你身上，有点像那个电视上想，我把这个影像套到你头上，哎，就是想这个地方想强调是标准，就是说我这个造真还是造假出来，是以我真的眼前有这个人为标准。但是柏拉图这个强调有点强调记忆和知识啊，我感觉亚说在不是 sorry， 海德格尔在这有点跟柏拉图颠倒。是这个是在这个就是判断的意义上，对，是这样是对的，是吗？对，到我们直观才是真正的目的。就你最后我们的认识都是要抵达那个东西。现象学跟他的象学上对，是啊，就是他就是完全就是按照他的这个就是文学老师讲的，现实史当下，对，是不够的。所以就是那个林老师提到一个问题嘛，就是所以这是为什么他的那个希腊哲学的研究领域特别难受，你知道吧？你按理说我们讨论知识哈，真讲的就不应该涉及感觉的内容，对吧？他很别扭，哎，你连着制度篇，你又是中法齐对话，你就应该咱就越来越理性，越来越理念。但是他现在这些大张旗鼓、大篇幅的讨论，所以有学者就那个卡贝尔写萨巴这个人，他认为柏拉图在这儿根本不承认假设可能，所有都是悖论，所有都是不行的。就有学者甚至会这么解释，为什么？就是说白了，卡贝尔想干嘛？只要你不提理念论，你连天见现象都解释不了。就是在柏拉图传统里面标准的柏拉图传统，我们没有理念的情况下，现象是解释不了的，真假啥都解释不了。但是柏拉图既然在那解释，对吧？就是这样子。所以说，就你这个你就是对，如果是研究柏拉图的话，
就对柏拉图，我们按照柏拉图的哲学原则，包括他的文本，他判断就是我怎么在柏拉图意义上，我怎么造了个假，我看到你了，对不对？然后呢，我现在灵魂里有好多格子，我把你这个形象放到我这格子里，这就是放对了，这是真的。我放到别的人格子里，放到假。关键问题在我灵魂里那格子，但是海德格尔这解释是倒过来的，就刚刚他说的，他现象学他不承认那格子完全是，他是所有的东西都发生在此在个体的人在这个世界中的我跟你交道了，我的行为产生了真假。我觉得在这个当下接触的这个环节去理解这个当下化是可以的。就如果是它是对应在海德格尔的这个显和隐的这样的结构，在场不在场的结构的话，它是怎么个对应的它那个不方式？在场当下化，使当下化的对象是不在场的。对，哎对，这个难道在海德格尔那不应该是更为关键的吗？对，就是他关键是你提关键在这个地方。对，问题是在哪里？OK，好，谢谢雷老师。真实的你，只有一种，就是不说错了，我对那个不存在的不在当下的东西是吧？不在当下的东西，我只能把它使当下化，对不对？把它或者我能设想它，但是我对于一个当下化的你，我既可以当下直接直观你，对吧？我也可以设想一下，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使当下化的外延更大。我刚刚说了，就是它在不在的我都可以使当下化，但是我只能对在场的当下化。就说关键不关键，我们要看谁重要谁不重要，我要看语境，我要看在什么意义上谈。OK， 好的。然后还有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其实也不只是一个问题，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困惑，就是在我看到刘欣老师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特别期待看到海德格尔是如何从就是也就是说，当海德格尔对柏拉图的他得篇的这个部分知识论的这个部分进行一个现象学的阐释的时候。他这个文本对于他的意义是什么？他到底是真的从文本中慢慢的逼问出了他自己的问题以及他的解答方案，还是说他已经从别的地方有了一个他的先入之见或者是自己的看法，然后再拿来去解读文本？因为在刘欣老师的讲述过程中，尤其是在前半部分，我们一直在说，在此前的柏拉图的学者中，然后他们没有如何理解，而这个海德格尔可能会有一些新的理解。然后我自己的困惑就在于，就是在新思想的生成的过程中，这个对于古典的这样的传统文本的，这个运用，它到底是一个，就是这个思想的发生，在这个碰撞中到底是那个点在哪里？一共600页，前面200页解释亚里士多德。很多学者说，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尼格马可伦理学解释，对他早些年就是存在与实践的生成有非常重大的作用。听这名字，伦理学是吧？就实践哲学 ，praxis 就是它一个核心问题，它用行为、行动、实践替代了胡塞尔的意向性，对吧？就是我们这个，刚刚贺老师也说了，我们的关系是怎么建立的？不是我在这意向对象，而是我活出去了，是吧？我跟他发生关系啊，就真的是一个活生生的活的状态。很多学者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你说落在他的柏拉图解释上，你看一下这个时间哈，22卷是26年，然后剩下2个是31到34。我个人觉得他是观点成熟之后往柏拉图上用，而且他目的很明确，而且他找的文本都是他真的能用的。你比如说他泰德，柏拉图提了一嘴灵魂是吧？对他特别好，特别好。他说灵魂就是此在，而且就是关系，他的就是有点像意向性是吧？就往外我这个灵魂，我们古代理解灵魂完全不是这样的我们古代理解灵魂是灵魂有几个部分，有几种能力是吧？他说灵魂不是能力部分的问题，就是一个关系，本身就是个关系啊。就是我个人觉得他在解释这个真假问题的时候，在柏拉图的这个他的这个具体问题上，他不是从柏拉图那儿吸取什么营养，他是强解释，他带着他自己那套东西来解释柏拉图啊。当他把灵魂直接等于此在的时候，他的概念已经很成熟，用的很成熟，此在等于关系是吧？他不是在这个讨论过程中慢慢形成的。早就成熟，对，而且这几个文本你要连着看，我觉得很好玩，就是越看越成熟。就前面那个22页写的特别混乱越看越清楚。对，好的，好，谢谢。但是我觉得我个人感觉这个也很难讲，因为我自己说我有些立论，比如说我看了海德格尔，我去解释柏拉图是吧？到底说哪个在前哪个在后？我觉得这个有些时候我这个发生史是吧？哲学家从古代学到了什么，又在多大程度应用到自己的研究之中，自己的理论架构之中。我觉得这可能情况比较复杂，
但是我倾向于这几本书，我倾向于它是先有观点的，先理论的，然后来解释这个。那个就是我再稍微补充一点，就是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对这样的一种研究的方法上我自己的一个困惑，就是说在做这样的一个学者对于之前文本的这样的一个解释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应该抓的那个点是什么？因为在今天的老师的讲述过程中，就是当然整体思路是很清晰的，但是讲着讲着就变成了在讲海德格尔本身。就似乎就没有在海德格尔与柏拉图之间去找到某种我们想要去探究中间的那个东西。因为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我来说，为什么最后要这样处理？海德格尔这个解释，他做这个事情不只是为他自己，就是他的我要强调就是他的立场跟希腊研究者的立场不一样。那我们作为这样做的学者的目的又应该是什么？是这样的，我刚刚一开始我就说了，我在纯希腊解释里面，我刚花了好大力气讲希腊哲学界在干嘛。他们只关注第一个，知道不知道？尤其现在受知识论、非理论影响多了之后，他探讨知道到底是啥，就越走越偏。其实就是他们这个跟你这个说的很像，跟杨老说的很像，就是他们觉得我们特别接近柏拉图，我们特别精细，我们构造的那个思想实验特别好，但是他反而远离了文本。他们不断的批评说，就很多，尤其是英美的学者，他说啊，海德格尔这种不值得一看，根本就不值得一看，完全在讲海德格尔自己的东西，这点我完全承认。但是海德格尔讲自己东西的同时的基础是他真的懂了柏拉图，他只是不满意自己懂柏拉图，他不想当个研究者。这个跟阿奎那解释亚洲在我看来很像，就是他有很多的洞见，但他目的不是要证明亚洲的，他也不想解释。但是如果你能把这个稍微分开一点的话，我因为我自己立论不是做中世纪对吧？我是要研究亚洲的，我从他那里吸收很多的营养。这些亚洲学者究似究据，就连一个读法都确定不了。但是你跳出来一看，阿奎那一个不懂希腊文的人，他精确的告诉你就是这个读法，而且他不是说我读过草史，我的侄子猫拜克翻译，不是的，他立论，这个很牛逼，他是立论的。所以我就说，我们作为研究者，我从他那拿啥？我要是立论是我是希腊哲学研究者是吧？我从他那能拿到很多东西。我就是咱们说一个非常非常切实的话。我经过看完他这个，我能发一篇论文，至少一篇论文，我能跟所有的希腊哲学研究不一样。你现在能在一个这么传统的研究里，能不要说更好，你能稍微新都是很困难的事情，对吧？就这个领域研究的已经，为什么现在没有人去研究这个第二个定义的结构？因为坎贝尔20年来在论证它的，就没有人能撼动这一点。说第一个知道不知道最重要，我可以撼动，而且我立论非常充足。对，就是你要是从我的研究角度，这是哈。另外，我还有个更大的追求，就是我真的很想看一下，为啥我要去研究海德格尔本身？我很想看它变化是什么。西方哲学，就是它是柏拉图是这个样子是吧？亚里士多是这样的。海德格尔干完以后，他到底要干嘛？他最后变成什么样？双重的目的。对，好的，谢谢刘老师。然后我最后再说最后一点点，就是那个王老师说的那个关系优先的问题，因为我最近在读那个美亚苏的那个，就是他是非常明确的用相关主义来去批判这个关系优先的这个事情，包括像这个现象学的那个亨利也是会去把这个关系优先的这个东西给抛掉。就是您是怎么看这个？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时间来讨论这个，要没有就让下面的同学和老师们先去说。就是关系主义，就是关系优先的这个事情。就是它会不会是对？就是因为在这种说法一直就反复被抛开之前，大家都会觉得关系优先是一个非常往前跨了一步的说法像永士老师刚刚提到的怀特海啊，谁啊，就是这种，尤其是跟我们中国哲学很多是可以链接的。但是，一旦站在批判关系主义的这种角度，觉得它反而是某种限制的话，哪怕是海德格尔这种批判表象哲学，但是它还是在关系主义的这种限制中。那咱们该怎么去看这个？好，对，那我们可以先讨论别的，后面慢慢讨论。好，谢谢。那我们先优先。同学们，一个，然后这个不是那就来吧，你们俩这个名额分配吧，不能多提。我提一个小问题，这个问题是关于那个史当下化的这个概念，就是说，看起来从这个表述来看，然后包括海的表述来看，史当下化概念好像是一个自主的，乃至于带有某种对立性色彩的一个东
性，可以这样理解吗？任意性算法也没那么任意，但是它比那个当下化好一点。当下化就是我只能当下化在座的各位对吧？没得选了。或者我现在眼睛还能往外看一看，没得选了。使当下化蔓延更大一点。但是你说有多任意？而且你也没必要太任意是吧？我觉得使当下化也很模糊。我觉得 ECT 也不是特别差。对，然后你的问题是什么？我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似乎和大小后的就是海德格尔似乎想用使大化概念来替代掉，比如说我们说的记忆概念，替代掉我们说的这个判断概念。不，它替换记忆或者知识。知识概念。判断不是，判断另外一个事儿。就知识概念，但是比如说很多人会说像记忆或者像知识这样的一些东西，它能够带有一种非常强就是 involuntary 的这样一个特点。而这个在海德格尔它的这个使大化概念似乎是一个比较 voluntary 的一个概念。我觉得这儿不涉及这个东西，它不涉及这个区分对它因为你谈这对概念，你可能有点实际目的是吧？它是纯理论哲学。这个就是他们比如说他们讨论到这个比如知识论的时候，他们会说我们有这个 involuntaryism 和这个 voluntaryism。像海德格尔绝对没有这个，那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这完全都不是一个哲学假，不是就他不在这个领域中考虑问题，没有这是肯定没有。你不能说知识论讨论海德格尔就得讨论，然后海德格尔必须讨论之后，我还得必须回应你，没有他没有。对，我只是在思考说，如果说比如说一个知识论是他说海德格尔的话，他根本不会读你先那个绝对不是OK，这个是毫无这个，因为你不觉得吗？你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人？就是谁？非常典型的哲学史了，这不是哲学你要研究真假问题，就你说的，我直接直面问题本身，对吧？直面命题，你研究这个干嘛？好。刘老师好，可以听到声音吗？你稍等一下，先说。然后我在想，就是在这个理论有一种对证和回应，在柏拉图和康德，就我可不可以柏拉图的这个对真假的这个东西建立在它会存在的解释，存在和非存在，就我可不可以把这个存在定义成就是说被理论之光照亮的东西，然后所以在它这里所有的真假问题都是在存在的基础上，所以非存在在柏拉图里被取消了，但是在康德讲这个真和假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在这个应该是在坚信幻象的时候，说直观和概念确实有真假，但是真假来源于直观和概念的混淆，然后这个混淆它是直观和概念内部嘛，所以它是处在现象内部的。但是在康德那里，它有一个就是横在那个物自体，然后康德里就把这个就列在那个五个范畴表里，说这是一种。然后如果把这个就是存在和非存在的这个定义，就是存在是理论之光照亮的东西，在康德这个体系里面，这个真假问题。仿佛它是被奠基在非存在或者说无上，然后这样一种。而且这个不一样，像希腊哲学为什么柏拉图强烈的反对无哈？应该是这样，对柏拉图或巴门尼德这个传统来说，无就是拿死的。希腊哲学不可能，所以说他们预设说，我讨论的所有东西都是存在主，我在这个基础上本质问题，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存在问题，在希腊哲学里不存在，其实是这样。基督教说我们要讨论这个无中生有，是吧？无中有很重要哈，神的创世活动。基督教把这个绝对意义上的本体上的无给引进来了，藏无有无的问题。很多学者基督教背景，他去研究希腊的时候特别想为啥没有无？怎么没有无在哪里？希腊哲本身是一个本质主义，这是个本质主义哲学。它是我只这个东西在这儿是吧？然后我对着他问他是啥，我讨论本质它是个本质主义所以我前不久看那个丁福宁的那个阿菲纳形而上学那本书，我觉得丁福宁说法我非常认同。我说希腊形而上学就是本质主义，基督教是吧？或者经验哲学是存在主义，真是存在动词的所以我会觉得就是整个现象学的互动我初之前也说过这个事情，我觉得虽然亚里士多德算是古代的现象学家是吧？但是我觉得现象学真正的互动领域是中世纪，尤其是阿奎那它真正的互动领域，因为整个希腊哲学还是个本质主义亚里士多德就算一个世界，我们也在一个世界找本质，这个是现象学很不喜欢的是吧？或者现代哲学不太喜欢的就是但是你刚刚说那个物自体，那个当他把它说成无的时候，是说他对我这个
主体哈，这个对我的这个先天直观形式和我的知性它是不通的，它这个意义上不是它非存在，这是两件事啊。还有什么真理之光照月，咱这种术语就不要用了哈，这专业不说这种话，太来了。真理之光照月没有这样的事啊，这有点，当然有光照论是吧？有光照论传统会有这样的啊。这个我自己比较关注这个理论哲学领域，尤其是像柏拉图，哪怕他说到日欲的地方，他也不会说真理之光照月，没有这样。啊，对，这个也是我们这个整个讲的这个最主要的第二个定义里面，这个第二个他说存在非存在，对吧？就是不行嘛，这个框架为啥不行？我们不能对着非存在下判断，那个非存在就是严格意义上的 nothing， 你就是不能对着 nothing 下判断，这就没了，那在这儿就没了。你说我能对着一个存在下判断，至于这个存在者是啥，那另说，对吧？那就是当然，我们刚刚也讨论很多的下判，就判断这个东西需要两个对象，对不对？那你说这个，那你为啥要加一句被真理之光照亮呢？不用照亮，我这就能下判断，这他俩不相判断。老师好，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您稍等一下，我们这还在讨论哈，您稍等一下。比如它是就不存在的，就比如虚构物，对，它是非存在，但它也不是 nothing， 它是 non-being 或者 non-being。它可以说独角兽是牛，这句话是错的。对，那都凭什么这么说？或者独角兽是马是对的？对，那这个时候就会涉及到真和假和非存在的这种关系。对，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问题吧。我觉得，但是希腊哲学它不会造出这种非存在的，你觉得是搞这种 Maena 就是非存在，对，我就说不可能造出这种东西来了，你比如说，他非得说啊，这个方的圆啊，然后智者一般他们还会说，就还是在讨论真和假在这个 Maena 上怎么理解这个 non-being。所以柏拉图把它范围更小了，是吧？它是个差异的，它是另外一个东西，但它不是绝对意义上非存在啊。但是这也是希腊哲学的困难，就是方的圆、独角兽确实不存在，但是我现在这个概念至少能给个概念，独角兽不存在，对，独角兽不存在，我现在还能给它命名。我还能用概念来描述它，可以产生肯定的真命题。对，线上那个同学等好久，那先问。线上那个线上这抢麦呀，这个。没办法，我没有。行，继续。这个。我想就是在下学科内部，想请教两个问题。一虽然长内部可能我还回答不了，你先说吧。首先是贺老师的基础的问题，就是关于在存在时间中，我们要提供多的地区意义上的这么一个诞生的判断。然后我们刚刚也提到，还有一个存在实体意义上的这样一个真理。然后我个人的感觉是，它在这里其实更讨论的是具体意义上的真理。因为首先就是关于判断层次的真和假，是它在存在学中已经给出了一定的解释，就是判断在原初意义上是真的，因为它有那个原初的经验，然后随着这个判断在这个流传中，它就会失去那个原初经验，然后它就变成了拜手。但是在存在与时间中，对于使某物作为现象，如其自身般显现出来这种意义上的开显出来现象这个意义上的真理，我觉得海德格尔的意思是它一定是真的。但是我觉得他在阐释他的偏时，可能他想处理的假的可能性的问题，恰恰处在这个层面。因为作为真理的现象，只要是现象，它一定会有一种解释，或者阿尔茨结构已经在里面了。但是既然有了阿尔茨结构，它就有可能是假。然后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对现象学来讲又非常重要，因为现象学可能它要强调的反而是一种去信任现象，但是如果这个原初意义上现象有可能是假的，那这就成了一个问题。我觉得海德格尔在这里做了一个就是对于假的一个解释，就是他用 Gegenwartigkeit 和非 Gegenwartigkeit 解释了这个假是怎么可能，但是他没有说明
既然是现象如果是假的，又该怎么办？然后我觉得在无论是福萨还是美洛庞蒂那里，可能他们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会要求一种，比如说更充分的充实，或者像梅洛庞蒂讲的一个无限的进程，在一个无限的过程中才能去到达那个真理。但是海德格尔在这里好像没有给出一个解决方案，他只是说我们的现象可能是假，我们只能走在巴门尼德3条道路中间那条道路，但是他没有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我觉得这有个问题啊，我可能跟你的观感不太一样。我觉得他那天讲真假这个词题跟存在时间和尤其是这个路标里的2篇文章，其实成绩不太一样。刚刚我跟那个贺老师也讨论这个问题是吧？为什么是这样？就是这个还好说，因为海德格尔自己也说，你只要发生就是我们可以说真，对吧？就是在很多语言里，包括中文，那个真和实合在一起用，这不是偶然现象。就是你就是这儿有个事实发生了。然后呢，真实发生了，对吧？它只要发生意义上，我们也能谈真，而且是真现象，对不对？动态的发生。但是假，你不能啥也不干的谈假，对不对？是吧？你说白了，就假这个事情有点吊诡，它非得跟有个人去判断有关系。也就是说，真这个东西，就是或者说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说，真这个外延更大，然后呢，假有一个对应的，就假有一个窄一点的概念群，是吧？它必须得下判断，这就是个 us。你要是比如说现在发生这个事情，我们不做判断，肯定是真，对吧？是不是？比如我把你叫错名字了哈，我要不叫你，这无所谓真假，其实严格意义上都无所谓真假。在现象学意义上，你可以说真实的发生，刘老师在跟你说话，对吧？我但凡做判断，有可能真，有可能假，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说，就是海德格尔可能这个现象层面的发生意义上的这个真假也有不同的层面，就是有一个跟这个假对应的真，这种就是符合论真理是最 low 的最表面的层面，就是逻辑，对吧？我做了个判断，符合论真理，但是这个句子这些判断得有一个事实基础，在这个更大的外延上，只要真实发生，我们都能较真。其实海德格尔想强调的还不是这个更大的外延，他想强调的是说，我们在整个跟存在整体打交道的时候，我们视域不一样，我们做出来真假都不一样。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我说1+1等于1+1等于2是对的，对吧？这是一个时间制，我换一个近似，我1+1就不等于2了，对吧？但是就是说你就我从假倒着推的时候，为啥这个地方去海德格尔这么关注讲？就是他解释真的时候，你去看看这个文本他但凡解释真，他会说的很大，形而上学的本质，人的本质，对吧？自由。但是解释假的时候，你去看整个他的这些上面扯不上这些东西，对吧？你扯不上，你没有办法去，就是问题，为什么？因为假最原初的发生就是你要做判断。当然，你可以做大判断，对吧？我们都是他才的是苏格拉底，这很 low 的判断。你可以给，比如说，非欧几何这个第5公理成不成立，对吧？这种我可以做判断。这个我们现在是相对论，是吧？你可以对它做个判断，你可以做大判断。但是我们但凡这个假，这个不管是现象产生还是句子要造出来，它都得有你得主体得干点啥，是吧？拉号的这个例子中，那个别人走过来的人是苏格拉底，但我就把他看到在我的现象中没有判断，但是有假，这个也是判断。对啊，就至少当然这个问题很好，就是你只要有 us 的结构，对吧？你把啥当成啥，这就是判断，对吧？我都不管你的强迫内容是啥了。但是有一点是啥？这个对海德格尔没问题，但对我的研究里有问题，就是这个假判断长啥样？柏拉图其实没有说，只是希腊哲学研究理所当然以为这个地方讲符合论真理。这个假判断是啥呢？是苏格拉底是他开的，对吧？这严格意义上不是个判断句，那谓词是不能用专名的这个。当然你说柏拉图不懂逻辑学哈，这个。就是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会觉得站在我的角度，这也是回应刚刚这位老师的问题，就是海德格尔洞见在哪里？他因为他在现象学传统里，他不 care 希腊哲学研究，他也从来不引用。他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泰阿泰德篇其实更接近现象。柏拉图一开始想揭示的并不一定是判断，并不一定。太多的希腊研究者想把泰阿泰德跟智者篇连在一起。智者篇说泰阿泰德作者是真判断，泰阿泰德在背是假判断，对吧？因为泰阿泰德作者。太多的希腊哲学者就想把这2个对话连在一起。既然泰阿泰德作者是个真判断，泰阿泰德跟苏格拉底为啥不能是呢？他就是不能是主持人。但是柏拉图也是在现象学这说得通的。我搞错了，对吧？我错事了。在逻辑层面反而不同，就是符合论真理引以为豪的文本其实是不合适的对吧？我觉得就是你这个观察是对的。他在海德格尔上没问题，你只要把啥当成啥，这就是判断，下判断了。
但是这个我们要传统亚里士多德建立的这个主谓逻辑，你位词是有专名是吧？他才能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是他才能，这都不是正常判断句，对吧？问题。老师好。哦，可以，现在听到了，说吧。老师可以听到我声音吗？可以。感谢老师的讲座，很受启发。我想请教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把这个海德格尔所讲的这个存在，以及与行动之间的这个关系，把它类比的看作是目的和手段之间的一个关系。当然我说的这个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就是有一个康德的视角，那么他的这个行动，就是此在基于对存在本身的一个触摸和上手。那么，如果这要是可以形成一种对比的话，那么它的这个行动是否就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和目的性的类比？我不知道这样的对比是否合适啊？想听听老师的看法。不要把任何两组概念都放在一块搞类比啊，没有任何可比性。这个目的和手段是吧？就是它那个上手状态，它是有个目的论结构，就它有个目的论结构，这倒是真的是吧？但是跟那个目的这个上工具和目的是没有啥相关度。大家可能时间差不多了吧？行 ，OK， 好，那我们这边接了。这个问题，没有关了是吧？关了哈，那一会儿结束会议。好，结束还是合作一起。可以。好呀。